那个，我来鬼水了，就中午睡觉的时候来的，所以你懂吧？只见到楚谢意的脸沉了下来，明显有失落之色。这破身体，啥时候不来，偏偏今天来，他总不能让他回去吧？我知道了，那你先休息吧。好，那你还不睡觉吗？我出去一下，你先睡吧。第二天等他睡醒，发现身边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起床去做别的了，却发现大家都没在房间里。难道是被楚谢意叫去练功了？这平时不都在院子里扎马步吗？今天这么早去哪儿了？娘，救命啊！咋了这是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娘，爹他疯了，一大早把我们叫起来，让我们去山里练功，我们都快累死了。山里蚊子和虫子也多，叮得我满身都是包。他还不让我挠，我挠一下，他就要打我手板心。娘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你哥和你二姐呢？我偷跑了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他们应该马上也都回来了。那你快进屋洗漱吧，饭已经做好了，等会儿我和你爹爹说说。娘最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看到楚谢意带着楚子轩和楚安安回来了。两个人不比楚子君好，都挺狼狈的，一个个的都跟霜打过的茄子一样。楚子君跟我去屋里。那个，有什么事情等吃了饭再说吧，饭都已经做好了。你们三个赶紧去洗漱，然后吃饭。三个孩子一听，马上就往家里跑，生怕晚一步又被楚谢意拉着去练功去了。楚谢意皱起眉头，可是终究没再说什么。你先别走，我们谈谈。虽然你是孩子们的爹，可是他们毕竟才几岁，你对他们是不是太严格了？还是说你是想借他们发火？我发什么火？就昨天晚上呗，我哪里知道你说的是准备那个呀？而且那个我也不能控制，那属于生理问题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想多了。那你大早上折腾他们干嘛？你看看，一个个衣服都湿透了，那满脸都被蚊虫叮咬了好多包。让他们练功是为了他们好，不是折腾。我去洗漱一下，等会儿要出门一趟。这闷骚的男人，我非得治治他。娘，爹的大姨夫又来了吗？是的。怪不得他那么凶呢，真希望他大姨夫死了，不要再来了。林如意没忍住笑了起来。娘，你笑啥呀？没事儿，你们先吃，我去我爹家一趟。来到林家，他看到大门关着，上前敲了敲门。谁呀？是我，把门打开一下。林满雪把门打开，看到是林如意的时候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姑，你救救我爹吧！昨天爹和二叔他们去见满贯，二婶娘家人把爹给打了，头都给打破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人去跟我说这件事呢？你娘呢？其他人呢？我娘在屋里照顾爹，爷爷和三叔、四叔还有奶奶去二婶娘家了。这事儿怎么闹成这样了？走，先带我去看看你爹。满棍呢？你二叔和二婶呢？满贯被他大舅踢了一脚，好像摔在地上撞了脑子。二叔和二婶带他去看大夫了。如果王家人连林满棍都能下得去手，那对他爹娘还有哥哥们肯定更不会手下留情。你奶他们去多久了？刚走一炷香的时间。你好好在家守着，不要轻易给别人开门。我先去找找你奶奶他们，等我回来了再带你爹去镇上看大夫。他说完就起身去追林家人了。林如意不敢耽搁，只身进入王家村，就看到有不少人围着看热闹。滚你娘的！你们还有脸要说法？你们把我4个儿子都打伤了，还有脸要说法？信不信老子一会儿全部把你们弄死在这里？你敢动我爹娘一下试试？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你别说话，让你爹去和那老王八说。娘，我自己过来的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们也是刚到，正和那老王八说着呢。
你们和这种文盲说什么呀？直接报官就是了，和他们浪费什么口舌？这种无视王法的刁民就应该被关起来，关起来就老实了。孙荷花他们也不是不想报官，可毕竟是楚谢义先动手打伤了王家人，怕报官到时候影响到他。哼，臭婆娘，你以为说报官就能吓唬到老子？你真有本事，现在就去报官，我看官老爷理不理你。你们自己动手打伤了我儿子，现在打不过了，就说要报官。你个臭婆娘，你去报啊！爹，我们走，直接去报官，不用和他们浪费口舌了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当老子王家是什么地方了？老子告诉你，昨天只是打了你家老大，我们家4个都被你们打了，你们想这样就走？没门儿！王有才，你想要干嘛？当然是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。你们打了我儿子，那今天自然要还回来。林三江护着自家人，生怕王有才真的动手。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一人吃我2棒子。你动他们一下试试。他怎么来了？相公，你来了。这是他的男人，他的靠山。没事吧？林如意摇摇头，不知道他何时来的，为什么不提前和自己说一声？他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？人是我打伤的，你有事冲着我来。你来的正好，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楚谢义慢慢地走向王有才，在快走到的时候，大家根本没看清楚，王有才被反手扣住，整个人都贴倒了地上。给我岳父岳母磕头，否则你这只手就别想要了。你放开！磕头，让你说话了吗？林三江和孙荷花此刻别提有多爽了，有这样的女婿，那实在是太长脸了。我磕！看热闹的人都笑疯了。我已经磕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岳父岳母，你们想让他做什么？昨天他们兄弟几人来接满贯，王家人不但把老大的头给砸了，还把才8个月的满贯给踢了一脚，撞石头上了。昨晚上闹了一夜，今日更是昏昏沉沉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了。这帮人太狠心了，满贯还是个孩子呀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的？这也太不是人了，对一个孩子下毒手啊！就是啊，才8个月，真是太毒了。哇，那还是他亲外孙呢，5毒还不食子呢。王家村的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说我爹娘来讨个说法过分吗？不过分。最后这事儿惊动了王家村的村长王顺厚。王有才，你们一家人惹事在先，技不如人，还打小孩子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现在你们家赔2两银子给林家，还要给他们道歉。村长，不对呀，是他们先打伤我4个儿子的，他们怎么不给我们赔钱呢？那是你们活该，如果你们不主动去惹事，也不会挨打。现在立马赔礼道歉，否则我只能如实上报，请求将你们赶出我王家村。好，我赔。王村长果然是明事理，不过他们家人可都不是啥好人，要是以后再偷摸的在背后搞小动作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放心，如果以后他们再去闹事，我马上将他们送到官府去打板子。林如意这次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他们才离开了王家村。哎呀，这次多亏了小楚，要不是他，那老王八肯定会动手打我们的。岳母严重了，这事儿本就因我而起，我也只是顺便解决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还真是多亏了你，就是不知道满贯和老大他们怎么样了。老大昨晚回去满身都是血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娘，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叫我呢？咱们现在快点回去吧，把大哥送到镇上看医馆。头上的伤可不能拖着，必须要抓紧看。你大哥说自己没事，而且时间也太晚了，就没有和你说。等回去啊，必须把王秋娥给休了。要不是这个扫把星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真是气死我了。娘，当初他进门之前，你们没先考察一下这家人吗？
那王家人都不是啥好人，老的少的全部都是泼皮。唉，当时就是被宋媒婆给骗了，说王翠娥十里八乡的好，又孝顺又持家，结果屁都不是。当时你二哥年纪也不小了，而且家里兄弟多，要的聘礼也不算多，就稀里糊涂的把事儿给成了。要知道是这个德行，我死也不愿意。好了娘，你也别生气了，现在回去看看大哥和满棍吧，这事儿后面再说。一家人快速的回了家，等到家的时候，就听到大嫂沉香哭得撕心裂肺。怎么了？老大怎么了？相公他孙荷花怕眼神一黑，身子向着地上倒去。娘，你挺住啊娘！大哥。林如意将孙荷花扶到旁边坐下，然后亲自去探了一下林城的鼻息。你们别哭了，大哥还活着。三哥、四哥，找东西把大哥抬到我家去。相公去赶马车，马上送大哥去镇上看大夫。如果镇上大夫不行，马上去县里，快点。孙荷花回屋子，将家里的钱全部拿了出来，交给沉香。这是钱，你拿着给老大治病，只要人能救回来，花多少钱都行。他们直奔了镇上最好的医馆，还是昨天那个老大夫。今天哪里不舒服？大夫，不是我不舒服，是我哥他受伤了，麻烦您跟我出来一趟。他现在人昏迷着，不易搬动，所以请您随我走一趟。老大夫看了一眼林如意，他懂得倒是挺多的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大夫，我大哥就在马车上，请大夫一定帮我大哥看一看。老大夫为林城把脉，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他这是怎么弄的？是被人用板凳砸的，流了不少血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昨天晚上。那昨天晚上为啥不带他来呀？现在人都快要断气儿了，你们才送来，你让我怎么治啊？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相公，我们孩子还小，您就是活菩萨，您救救他吧。现在人就吊着一口气，这口气还不知道能吊多久，可能马上就咽气儿了。如果能让他吊个3、5天，灌得进去一些药，可能还有点希望。但是他这个情况可能吊不了那么久，你们还是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大夫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都说了送来晚了，如果他这口气能吊3、5天，灌点药下去，可能还有一线生机。不过他现在脉搏都快要没了，估计最多撑到今天晚上，回去准备后事吧。难道我大哥真要这样没了吗？如果能让他吊着这口气，你能不能治好他？难不成他有什么办法？只能说尽量，治好能有几成把握。行，那你给他治吧，能保证他这口气吊着5天。你有啥法子？你开药就行。老大夫看楚协义这么自信，他也不再问了，进医馆去给林城开药。哎，你到底有啥办法能保证大哥那口气吊5天啊？我有一颗血灵丹，可以给你大哥服下，能保他5天无碍。那个东西很贵重吧？没有人命重要，不过那个药我放在家里，得回去才能拿给你哥。楚协义，谢谢你。你别哭，你大哥应该不会有事。他突然靠近，踮起脚尖儿，对着楚协义的嘴巴亲了一口。相公，三生有幸遇见你，谢谢你。楚协义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一张脸犹如煮熟的虾子，红到了耳后根，甚至内心还特别的欢喜。我先进去看看大夫开的药，我怕四哥记不住，一会儿回家了我再好好谢谢你。真是个纯情的男人。回到村子已经是大中午了，那王翠娥呢？怎么处理？休了，这种扫把星必须给休了，可不能留在家里。那二哥怎么想的？他还想个屁，遇到这种女人真是他的命了。他大哥差点被害死，他自己也不想让王翠娥留下，等满贯好一些就让他滚。好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照顾大哥吧，有事儿就去找我。回到家里，我要去做中午饭了，中午做红烧肉，你还想吃什么呀？你说的好好感谢，就是给我做吃的。林如意怎么听楚协义这语气，好像有些失望和不满呢？不过也对，这血灵丹可不是俗物，绝对是有市无价。当然不是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我就在他尴尬不已的时候，
楚曦意的吻是温柔的。林如微微踮起脚尖，化被动为主动，开始现场教学。他不抗拒自己，是不是已经接纳了自己？林如意本来姨妈巾就超标了，这一阵热流，她感觉完全撑不住了。我内急，先去茅房了，有事你等我回来再说。血灵丹整个大洲只有5颗，非常珍贵。那你给我做一辈子的饭作为补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记住你的回答，如果你有一天跑了，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追回来，然后腿打断，绑在家里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好，他就不信自己回到了现代，他还能找到自己，把自己的腿打断。小妹儿，你就帮帮二嫂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帮我去跟娘说说吧，求求她不要赶我走，我求你了。你求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大哥现在这样，不是你害的吗？你求我，不如求求大嫂，看她会不会原谅你啊？我这小妹儿，我知道你心好，你就看在满棍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作妖了。我和娘再断绝关系，今后再也不来往了，行吧？你就帮帮我吧，我给你磕个头。林如意觉得有些错是可以原谅的，可是有些错绝对不能原谅。她瞥了王翠娥一眼，她要磕头就让她磕吧。王翠娥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摸了一下腰里的荷包，然后趁着这会儿大家都在家吃饭，匆匆离开了村子。娘，你这大中午的抱着满棍去哪儿啊？满棍饿了，王翠和那个扫把星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，不干活也不给孩子喂奶，真是死性不改。刚才王翠娥找我求情，难道她没回去吗？刚才还让我帮她给你说好话，不要休了她。怎么，她没回去吗？没有啊，家里没人。她啥时候去找你的？就2炷香的时间吧。她也没回去啊，家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那扫把星去哪儿了？现在家里人手不够，你大嫂寸步不离照顾你大哥，我又要带满罐，又要做饭，忙得要死。她居然还到处跑，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好吃懒做，这个懒婆娘。那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我才做好饭，满棍一直在哭，我要找他给满龟喂奶来着，结果死都找不着人，真是气死了。走，我跟你回去，你先吃饭，我来带满棍。王翠娥刚才还在这儿，还说要和王家断绝关系，估计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哼，就算他和王家断绝关系，我也不会让他在家里待着。老大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他这个扫把星害的。林如意跟着他娘回了林家，去看了看林城，他是昏迷的。大嫂，你吃饭了吗？沉香轻轻地摇摇头。那你去吃饭吧，我在这儿看着大哥。没事，我吃不下，等相公好一点再说吧。放心吧，大哥不会有事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这次多亏你了，小妹，谢谢你。要是相公没事，今后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大嫂，你太客气了，他是我的大哥，我肯定要想办法。别想这么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小妹呀，我听四弟说买药的钱还是你给的，我现在就把钱交给娘，让她给你吧。沉香说完马上就去拿钱。哎，荷包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大嫂，你别急，慢慢找，我不着急的。怎么不见了？我记得就是在这儿的呀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大嫂，你那荷包你确定就放在这边吗？还有谁来过屋子里啊？我确定，我回来就放在那儿，然后照顾相公，想晚点再给婆婆，但是现在找不到了。糟了，王翠娥那会儿回来了一趟，是不是她把荷包拿走了？林如意一听王翠娥，立马就皱起了眉头。完了，要是丢了，婆婆会打死我的呀。大嫂，你还是先去跟娘说一声吧。如果真是王翠娥拿的，就赶紧去找她，把钱拿回来才是正事儿。小妹，你能不能陪大嫂去一下？我有点害怕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娘，我有件事和您说。说呀，啥事儿啊？娘，你早上不是将钱给大嫂，让她给大哥治病吗？她回来的时候放在屋子里，想等不忙了就给你。
可是现在荷包不见了，找不到了。啥？怎么会不见呢？你放哪儿了？去岳母家了。你大哥怎么样了？大哥还没醒，现在还昏迷着呢。哎，这王翠娥偷了家里钱跑了，我娘气得不得了。现在我爹和几个哥哥去追人去了。活了2辈子了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这女人真该死。那你回屋去休息吧，这2天也挺累的，你又来那个，好好休息。行，那我去睡一会儿，你有事叫我吧。林如意说完，拖着身子往屋里走。换了姨妈巾之后，她又把身上脏了的裤子换下来，得赶紧洗掉，不然血迹就洗不掉了。楚谢意看到林如意才回屋子又出来，手里还端着木盆，里面放着一些衣物。女人来癸水是不能碰凉水的。你放在那边吧，我等会儿去洗，你休息吧。那上面可是有精血，让一个男人给自己洗，她想想都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不用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他是不是没把自己当一家人，所以才拒绝自己的？为什么不让我帮忙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？贴身衣服不方便。楚谢意一听贴身衣物几个字，脸颊微微发烫。好了，我去洗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厮马上大步走过来。请问你是林如意吗？我是。你是谁啊？我家小姐让我来给林娘子送请柬。我家小姐后天生辰，想邀请林娘子去家里做客。林如意接过小厮递过来的请柬，上面写着方淑贤的名字。谁给你递的请柬？不知道啊，他还没告诉我呢。你家小姐是谁啊？林如意故作不知道。我家小姐姓方，她说与林娘子很是投缘，希望您能赏个薄面。我娘子没空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，她不去了。她后天没事啊，她怎么说自己有事呢？好吧。说完转身就走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你与她又不熟，去了也不认识人，应该也挺无趣的，还不如就在家休息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他是那位方院长的亲戚啊。子轩不是要去那儿上学吗？提前打点一下也好啊。不必，子轩是去求学的，不是去享福的，只要好好跟着夫子学学问就行了。这人是不是太死板了？随便你吧，那我去洗衣服了。吴淑贤到底要干嘛？那天已经警告过他，不要再接近林如意，他怎么还找上门来了？刚把衣服洗完，就看到他3哥和4哥满头大汗的走了过来。3哥、4哥，你们找到王翠娥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一路找到了镇上，也没有见到他人，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。你们找了这么久，也挺辛苦的，你们快回去休息吧。要是娘知道我们没有找到二嫂，王翠娥那个毒妇肯定会难受的。你们跟我去我家一趟。你有啥事要我们帮忙吗？你们先跟我回去。林如意回到房间，从箱子里拿出自己装钱的荷包。她那会儿在林家问过她娘一共有多少钱，手上没有那么多碎银子，她只能去找楚协义。相公，你进来一下呗，我有事儿找你帮忙。2位就各坐一下，我去看看如意让我做什么，等会儿再来陪你们。楚协义快步走到屋里。我来了，要我做什么？相公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。你有零钱吗？有，你要多少？13两碎银。13两算零钱吗？有。那你借我一下呗，过几天我换了还给你。楚谢意却皱起了眉头，目光里明显带着一点不悦。他又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说有的吗？怎么了？我说错话了吗？你觉得呢？相公，给我13两碎银，我有急用，谢谢亲爱的。这下总没毛病了吧？这男人大男子主义也太严重了。问他要钱他会给你，但是你说借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，真是。以后钱都给你管，我要再问你要。你就不问问我要钱干什么吗？不用，你要钱肯定是有事，反正家里有钱你都可以随便用。林如意真的被震惊到了，即使是现代的男人能做到这样的也没有几个。谢谢啊。
其实我要钱是因为王翠娥将我娘的钱全部偷走了，那是他们全部的积蓄，还要用来给大哥治病。三哥和四哥去追了，也没有找到王翠娥。我担心我娘承受不住，就想先拿我的钱垫一下，让他们先度过这段日子。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，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做吧。那你会因为我太顾娘家生我的气吗？我相信你有分寸。这男人真称得上是完美丈夫了，长得帅，武功高，男友力 max， 大方还懂得尊重和理解，话还不多，还没有不良嗜好。怎么感觉全部都是优点啊？他一把将楚谢意抱住，将头靠在他肩头上。怎么了？楚谢意，你真好，你就是个完美相公。那你之前的女人为什么要离开你啊？没有。啊？没有什么？没有别的女人。你之前不是让我跟你上药？我问你以前是不是你前妻给你上药，你都承认了呀。我那个时候只是随口说说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女人。这些事情等以后我慢慢说给你听吧。你两个哥哥还等着，你先把钱给他们再说。行，那我先把钱给我哥。小妹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四哥，这是娘丢的钱，你拿回去给他。小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这钱拿回去，就说你们找到王翠娥了，将钱要了回来。娘现在很担心大哥，钱的事情就不要让他操心了。你们就咬死了，说这个钱是你们从王翠娥身上搜到的，然后把他打了一顿就回来了，别的就不要说了。可是，拿着，没有可是。不可。三哥，为啥？如意的相公会不高兴的。三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我相公已经说过了，他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也很赞同我这么做，所以你们就放心把钱拿回去给娘吧。可是切记，一定要说是从王翠娥那里拿过来的，不能说是我给的。那我们先回去，娘在家肯定都等得急了。林如意送两个哥哥出门，回到屋里，她觉得有些累。这一觉睡醒，外面的天都黑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现在是戌时，你睡了2个时辰。现在应该是晚上8点多。我睡了这么久啊？那你们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你也饿了吧？我去把饭给你端进来，一会儿可能要下雨了，外面在吹风，你就别出去了。林如意一听楚谢意要去给自己端饭，很想知道这饭到底是谁做的。如果是楚谢意做的，那这饭还能吃吗？哎，是你做的饭吗？林如意看楚谢意点头的那一瞬间，就想直接拒绝，说自己不饿了。楚谢意没一会儿就看到他端着一碟菜进来，果然没让他失望。那一碟和煤炭一样的菜，已经看不出来本来的面目了。哎，那是菜，不是毒药。就这一次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你想在床上吃吗？我过来吃吧。孩子们呢？已经睡了吗？他们晚饭吃了吗？他们吃过了，已经睡了。楚谢意点点头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他到底在期待什么呀？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你做的这玩意儿真能吃？快吃饭吧，一会儿饭菜都凉了。是死呢，还是死都不吃呢？你这炒的是什么呀？土豆。慢慢的放到嘴里，本就带着苦味儿，而且还齁咸，他是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味道如何？林如意用了10年的寿命才将那块土豆给咽下去。还行。孩子们说进步了很多，味道比以前好，还说你平时很辛苦，怕你今天睡太久是因为不舒服，都留给你吃。他自认待那3个孩子不薄啊，他们为什么要害自己啊？关键是3个敢说，1个敢信。这人真是对自己的厨艺没有一点点清晰的认知。哎呦，我头有点晕啊！肯定是那会儿睡觉的时候着凉了。我不行了我有点恶心，我得躺一下。怎么突然就头晕了？要不要请大夫？没事儿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那你把饭吃了再睡吧。你晚饭都没有吃，应该很饿吧？我给你端到床上来，你吃了再睡。不吃了，我吃不下，头晕的不行，我要睡觉了。
要不你先端出去吧，看看孩子们盖好被子没有。一会儿要下雨了，他们可千万别着凉了。那好吧，我放在锅里，你要是饿了，我再给你热热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如意就醒过来了。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我去做饭。你才刚好，还是再躺一会儿，我去做饭就行。林如意一听他要去做饭，吓得那是滴溜溜的就起来了。吃他做的饭，那是用寿命吃的，他可没有多少个10年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好了，可以去做饭。厨房里的柴火不多了，你弄一点吧，我去做饭。他那么喜欢做饭吗？娘，早。安安早。娘，昨天晚上爹专门炒给你的菜，你吃了吗？你觉得我平时对你们怎么样？娘对我们很好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娘，我们没有害你啊。小妮子，你们让我吃你爹炒的菜，那还不叫害我？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如果我们不说留给你吃，爹就要让我们吃。爹炒的菜真的太难吃了，我们实在是吃不下。娘，你吃了吗？哼，难吃的留给自己吃，真是他养的好儿女啊。没吃。是不是太难吃了？娘没有来家里时，爹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以为天下所有的吃的都是那个味道。可是自从吃了娘做的饭之后，就再也不想吃爹做的饭了。以前我们吃了爹做的饭，经常拉肚子，爹还说小孩子拉肚子很正常。看来这楚协义一直对自己厨艺很自信嘛。哎呀，这楚安安他们3个能活到现在，真的是奇迹啊。娘，你觉得爹做的饭是不是很难吃啊？那是相当难吃。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希望爹以后不要再做饭了，我们就不用吃他做的饭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楚协义提着一大捆的柴火进来，脸色非常难看。楚协义将柴火放下之后，沉着脸就走了。娘，爹是不是听到了？我觉得应该吧，你没看他脸多臭吗？那我们死定了，爹爹要是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爹不生气。你爹这么小气吗？自己厨艺不好还不让人说？我爹不小气，就是我们从小就吃他的饭，现在突然不吃了，还说他做的不好吃，他肯定会伤心吧。那不然下次他再做，咱们配合一点，把东西吃了吧。可是他现在就不高兴了呀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爹爹呀，最喜欢人家夸他。娘，你要是多夸夸爹爹，他就开心了。这楚协义这么傲娇吗？这人怎么跟小孩子似的？如意，在家吗？林如意一听是自己的娘，赶紧就走了过去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屋坐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还要回去带满罐呢。这个菜是我刚刚在地里摘的，你们家没种什么菜，这些你都拿去吃吧。林如意也没有客气，伸手接过了篮子。哎，对了，你大哥昨晚醒了一会儿，吃了点东西，把药喝了，今天早上也醒来吃了饭，整个人精神多了，再休养几天应该就好了。大哥没事就好，晚上我过去看看他。行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昨天老三和老四说找到王翠娥那个扫把星了，把钱拿了回来，还把他打了一顿。真的呀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没让他占到便宜就行。可是他娘却不开心，绷着一张脸，目光盯着他不说话。娘，怎么了？如意，你老实告诉娘，这事儿你到底知不知情？难道三哥和四哥已经跟娘说了吗？啥事儿啊？死丫头，你别装了，你真当你娘是傻子呀？娘，你怎么哭了呢？有啥话你就直接说，你别哭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的钱我都认识，那些钱不一样，不是我的，是你给老三老四的吧？娘，
钱是我给三哥和四哥的，也是我让他们这样说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骗您。你说啥对不起啊？你本来就是怕我难过，才拿自己的钱补上，你都是好意，我哪能怪你呀？只是这个钱，我不能要，再过2天我拿给你。为啥现在不给你？是因为你爹，他辛辛苦苦半辈子存了这些钱，这一下子没了，他也接受不了。先让他心情好一些，我再慢慢和他说。你再等几天，我把钱给你啊。娘，那些钱你就别给我了，我们现在有钱，你们留着应应急吧。大哥的身子还没有好，还要钱治病呢，而且三哥四哥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，你不给他们娶媳妇吗？这些钱你就留着用吧。不行，这些钱我不能要。你现在成了家，也有了自己的一家人，有钱的地方还多，你不是还要重新盖房子吗？啥时候开始盖呀？楚协议在计划着呢，应该快了吧？早一点盖好，通一下风，等天气冷了就可以搬进新家住了。好了，你把菜拿进去吧，晚上把篮子给我带回去。我先回去了，满罐没带呢，我还得回去带他。孙荷花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林如意将菜提进屋里，推开房门，看到楚协义坐在房间里，正拿着笔在写些什么。他写什么啊？休书？和离书？我打扰到你了吗？那我出去。没有打扰，不用出去。你过来一下，我刚画了一下新屋子的图，打算盖成这样，你看你有没有想要的？林如意没想到楚协义的字写得这么好，还以为他就是一介莽夫呢。他其实有点小癖好，对字写得好看的男人都会有莫名的好感。难道他识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看你字写得挺好看的，那你能写一下我的名字吗？楚协义随即轻轻点了一下头。他到底识不识字？他提起笔，为了试试他是不是识字，他故意将如字写成了草字头的如。这个字错了，完了。如果我说我是看之前有人写过我的名字，记得不是这个字，你会信吗？林如意现在真想咬断自己的舌头，真的就是不长脑子呢，嘴这么快干什么？娘子说的话，为夫自然是信的，是为夫学问不精，写错娘子的名字，还望娘子别见怪。这人怎么突然文绉绉的？而且他为什么不刨根问底呢？还说相信我，他到底怎么想的？说说房子吧，你算了大概要花多少钱吗？我想盖青砖房，应该要花300两左右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工啊？找到人就开始，我下午去找村长问问，有没有大一点的地皮。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修不了。行，那你去问问。我下午得去看看我大哥，说他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，喝了药还吃了饭，现在精神好一些了，我过去看看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等明天送子轩去书院，要是有卖黑鱼的，买一条给他们送过去。黑鱼汤对伤口愈合有好处的。楚协义点点头，他倒是没意见。我做饭真的那么难吃吗？看来他还真是挺在意这事儿的。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真话。真话就是不好吃，可是我很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们才互补呀。你不会做饭，而我会做饭，你就会需要我，这样咱们算不算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？楚协义一颗心被林如意撩拨的是狂跳不止，真是好纯情啊！我们算吗？楚协义本来心跳就很快，好像马上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爹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听到楚子君的话，俩人眼底刚升起来的暧昧情愫一下就灭了。谁找我？就是哥哥要去那个学堂的老夫子。不知道他来家里做什么。哇塞，难不成去书院上学还得先做一个家庭背景调查？楚协义马神出去接待方清远。林如意知道这男人说事儿，女人最好不要在场，她就没有出去。突然听到了敲门声，谁啊？如意，是我。他怎么也过来了？
打开门，果然看到吴淑贤站在门外。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来都来了，还问我打扰我没有？切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正好没事发呆呢。你快进来，咱们坐下聊。吴淑贤点点头，然后迈着步子走了进来。婉婉，我们家贫，你别嫌弃啊。没有没有，如意姐姐你太见外了，我没有提前告知你一声就贸然拜访，是我唐突了。你不怪罪我已经不错了，我哪里还能嫌弃啊？啊，对了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啊？我是同我四爷爷一起来的，他们学院在收学生之前都会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。今天他就是来了解你那个继子的情况，我正好没事，就和他一起来了。果然是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的。啊，这方院长还挺负责的啊。是啊，对了，昨日我派人给你送来了请柬，他回去告诉我说你明日有事。如意姐姐有什么事啊？很着急吗？林如意微微一愣，她也不知道她明天有啥事儿啊。明天我娘家有点事儿需要帮忙，所以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既然如意姐姐娘家有事，那我便不再强求。本来想明日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，既然你没空，那就改天吧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确实是有事儿，这2天也不赶集，我也没有机会准备礼物，只能提前跟你说声生辰快乐了。有机会我把礼物补给你。不用不用，有姐姐的祝福就行了，礼物就不用了。嗨，婉婉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应该也看不上我的礼物。啊，不是那样的，我知道你们家条件不是太好，还要供孩子上学，所以不想姐姐破费。说来我与姐姐一见如故，非常投缘。今天出门急，也没有带多少钱，这些钱就留给姐姐为家里添置一些东西吧。哇塞，这古代人这么好心吗？非亲非故的就要给我送钱，真的只是因为心好？这个钱我可不能要，我们家虽然穷，但也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。婉婉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谢谢你啊。不是说他贪图小便宜吗？为什么给他钱他不肯要呢？婉婉，你当时怎么在那间茶馆里弹琴啊？哦，那茶馆是家里人开的，那天弹琴的人生病了，我正好闲得没事做，就去弹了3首曲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不过你说话的语调和我们这地方不太一样，你不是我们这里人吧？听你和我相公说话倒是有点像呢。是吗？我确实不是本地的，我家住在利州，我是来探亲的。你相公是哪里人啊？我不是太清楚，反正他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听你俩说话的声调有些像，以为你们是一个地方的呢，说不定还认识。啊，不认识。那个如意姐姐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回去了，改天有空我们再聚。吴淑贤脸色有些慌张，正好这个时候，方清源也和楚谢意聊完了，将方清源和吴淑贤送上车。我去看我大哥了，中午饭就不回来吃了，你们自己吃，不用等我。说完就不给楚谢意回话的机会，直接就走人了。难道是吴淑贤和他说了什么吗？林如意此刻的心情非常的差，就觉得很生气。她知道楚谢意身上有很多的秘密，她可以不告诉自己，可是故意隐瞒他和那个女人认识，这就让她非常不爽。这2个人，这是把我当猴耍了吧？是觉得我很蠢吗？快速的走到自己娘家。小妹来了，快进屋去坐。林祥这几天非常憔悴，眼窝深陷，胡子也没有刮。哎，好，听说大哥已经醒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昨晚上就醒了，早上又醒了一次，现在应该在休息吧。大嫂在照顾大哥，你去看看吧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就直接进屋去了。林如意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提出要回去。孙荷花立马就嗅到不对劲儿了。如意啊，你是不是和你男人吵架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哎呀，你少骗老娘！我是过来人，你这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你们为啥吵架呀？你快说，待会儿我让你哥和你几个哥哥准备一下。准备啥呀？准备一下去给你撑腰啊！娘，你确定我爹和几个哥哥能打得过他吗？打不过就想办法，
咱们好歹一直在这里生活，还怕他一个外来户吗？你快点说，他怎么你了？娘，您别着急了，我和他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拌了2句嘴，您别担心了，真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，夫妻哪有不拌嘴的？你就这么跑回来也太小气了吧！女人呐，还是要大气一点，别一点小事儿就赌气回娘家了。你这样次数多了，男人就不在乎你了。奶奶，小姑父来了，他要接小姑回家。快去呀，人家都来接你了，你还端着架子做什么？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有台阶就下来，别等到后面哭都来不及。娘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快点吃饭吧。孙荷花送林如意到了院子门口。哎，女婿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进来一起吃，吃了饭再回去。不用了，岳母，我是来接如意的。哎，我听如意说了，你们拌了2句嘴，小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我和他爹都几10年的夫妻了，偶尔还拌嘴呢，回去说开了就好。我也说过如意了，你们夫妻啊，别离了心，好好过日子。还有啊，如意在家里被宠坏了，偶尔脾气不是太好，你多担待一下。他如果哪里做错了，你来给我说，我和他爹会教训他的。他说是拌嘴吗？可是他们什么都没说呀，他丢下了一句回来看他哥就走了。林如意看楚谢意在看自己，马上瞪了他一眼，警告他别乱说话。是，小婿知道了。那我先接如意回家，今天叨扰岳母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扰不扰的，太见外了。如意，快跟你相公回去，有话好好说。娘，那我们回去了，你吃饭去吧。去吧去吧。林如意跟着楚谢意一起往家走。我们聊聊吧。行啊，那就聊聊吧。你为什么突然回娘家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回去看我大哥。既然要装傻，那大家一起装。那怎么看完不回家呢？谁规定了必须看完就得回家的？那是我娘家，我爹娘都没有赶我走，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你有意见啊？有意见保留，不服气你就写和离书啊。你生气是因为吴淑贤吗？这2个人果然认识，而且对方连姓都是假的。这俩人可真有意思，一直把我当猴耍，还一副自己很受伤的表情。所以楚大公子和吴大小姐认识，对吧？我与他确实认识，但是我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也几年都未曾见过了。所以你们现在到底想怎么样？想让我腾地方？如果是要让我腾地方，你就直接写封和离书给我就行，别在我面前来恶心，谢谢。我知道隐瞒你我与他认识这事儿不对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可是不能提和离2字。你与他的过去我没兴趣知道，我生气只是觉得我被你们当猴耍，我希望你能为此道歉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的错。行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我现在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晚饭我就不吃了，你们自己解决一下吧。林如意说完，快步往家走去。娘，你回来啦？大舅好了吗？他好多了。你们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呢，饭都做好了，我们等娘回来一起吃。不会是楚谢意做的吧？他本来就没胃口，现在更加没胃口了。娘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吃饭去吧。娘今天有点累，想去休息了。你们啊，快去吃饭吧，吃完饭早点睡觉。娘，那你快去休息吧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然后回了屋子，在床上躺下，她心里一直在想今后和楚谢意要怎么相处。想了一会儿，听到开门声，楚谢意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林如意正好有话要跟楚谢意说，所以直接坐了起来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谈谈。楚谢意愣了一下，随即点点头走了过去。你坐在凳子上就行。子轩他明天要去书院上学是吧？明天我送他去。好，君君现在年纪还小，晚上还容易尿床，要有个人提醒他起来上茅房。子轩去书院住了，君君就一个人睡，你是他爹，你陪他睡吧。等明天你就把你的东西拿到君君屋里去。君君也不小了，可以自己睡了。他是男子，现在就是锻炼他独立的时机。我晚上会去提醒他起来上茅房，不用和他住一个屋。这马上天气就凉了，
他年纪小，又容易踢被子，着凉了怎么办？等天气凉了再说。楚歇意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不愿意和你住一个屋子，我希望我们分开住。理由？那会他接受自己的道歉了，怎么现在又要赶自己走？女人都这么善变。这男人真是顶级直男吧？你觉得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拜过天地，你们全村人都知道。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楚歇意俯身逼近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如意。林如意的整个身子都被楚歇意的身影笼罩着，鼻息之间都是浓浓的男性荷尔蒙气息。你说了，拜了天地，那我们就是夫妻关系。那你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信任。那你做到了吗？对于吴淑贤的事情，我确实没有做到。我说了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只要不在孩子们面前就可以。你有什么想知道的，你也可以问我，我会一一告诉你的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知道他对林如意动了心，想和她好好的过日子，所以自己才不介意他往娘家拿钱的。不用，我对你们之间的事情没有兴趣。我与他之前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他爹是我师父，教我谋略，我与他从小就认识，但是我只是拿他当妹妹看。我们有几年都没有见过了，也一直没有联系。既然没有，你们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？既然没有，他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让我知道。既然几年都没有联系了，他为什么能找到这里来？还不直接去找你，反倒找上我了？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，还是想先了解清楚情敌的状态，才能做到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？你还记得上次和我们一起去富阳县的陆公子吧？我们都是认识的，是他告诉吴淑贤的。又是那个男人，他是不是想用美人计啊？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找你啊？找我干什么？耍我玩吗？他应该知道说服不了我，所以想从你下手吧。不是，他想说服你什么呀？娶她过门？不是，我都说了，我与他没有男女之情，他应该是想说服我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还生气吗？林如意很无语啊，遇上这种钢筋直男，他真的要少活几年吧。我没生气了，没生气，行了吧？楚歇意现在是真搞不懂，这林如意是真的没生气啊，还是还在生气啊？那你为何还板着脸？我是不是还得应该对你嬉皮笑脸啊？我最好还能亲你2口，你才觉得我真的不生气了。那自然是最好的。得，这是真听不懂好赖话啊！林如意真的是要被气炸了，一句话都不想和楚歇意说，马上躺在床上背对着他。女人心海底针。第二天醒过来，楚歇意却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难道昨天晚上没在这儿睡？林如意现在肚子饿得不得了，从床上起来，打算去厨房做早饭吃。今天不是要送子轩去书院吗？这楚歇意怎么不见了？他想干啥呀？就在这时候，楚歇意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哇，爹爹，你这个是哪里来的呀？楚歇意却将篮子移到了另一边，好像是怕楚安安弄坏了。饭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大家洗手吃饭吧。等孩子们都走了，楚歇意快步走到林如意跟前，将花篮塞到了她手上。娘子，为父知道错了，这是我一大早出去为你摘的，希望你不要生气了。他一个钢筋直男能想到这些，也真是为难他了。那先吃饭吧，吃了饭还要送子轩去读书呢。他将花篮收下，这气也气过了，他也道歉了，再揪着不放就显得他不对了。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吃了早饭，然后一起去送子轩读书。沈夫人，我家小姐想请你去茶楼一见。以前叫我林娘子、如意姐姐，现在倒是快，开口叫楚夫人了。那你家小姐到底是方小姐呢，还是吴小姐啊？你回去告诉你家小姐，就说我林如意虽然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可是对于不真诚的人，我不管他什么身份，我没有兴趣结交。宝珠知道这林如意已经知晓了一切，只能对他扶了扶身子，转身就走人了。娘，刚才那个是谁呀？一个不重要的人。那他们惹娘不高兴了吗？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没事儿，我不会为了不相干的人破坏自己的好心情，没事的。
娘，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就告诉爹爹，爹爹会帮你打他们的。爹爹有功夫，可厉害了。林如意尴尬的撇撇嘴，这事儿就是因为楚谢意而起的。真的，爹爹功夫可厉害了，有人欺负娘，他肯定会把对方打趴下的。对，爹最厉害了，可以帮娘打坏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也没欺负我，就是骗了我，以后不理就是了，用不着让你爹去打他们。而且这男人啊，得绅士一点，可不能对女人动手啊。什么是绅士啊？这绅士呢，就是说男子要有礼貌，要对女子温柔。就在这时，楚谢意正好从书院里走出来，他已经将楚子轩安顿好了，半个月再过来接他。爹爹来啦！爹，大哥真的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？那他一个人在这里，会不会被欺负呀？不会。那其他人会打大哥吗？大哥有饭吃吗？他晚上睡哪儿啊？不会有人打他，他就在书院吃饭，晚上也住在这里。等15天他就回家了，你可以数着日子等他。可是我怕自己会忘记。你忘了可以问我，我记得。那好吧，那我每天都问你一次。一家人上马车离开了书院，打算去镇上逛逛。林如意想自己做一点肥皂，就必须先买一些猪油。你们先在外面等我，我去买点东西就出来。娘，你小心一点。我知道。这女儿果然是小棉袄，太贴心了。她快步走到了她经常买肉的摊位。哟，小娘子又来买肉了，这次要买多少？给你算便宜些。还有那猪下水，我给你留着，你买肉我送你。老板，这猪油怎么卖？这个10文钱一斤，那边的猪板油贵2文钱。你自己吃的话，可以买猪板油啊。我都要了，你给我称一下。猪板油4斤，这种差一点的是3斤半，我给你算3斤好了。老板称完之后，就拿着算盘在一边算，78文。哎呀，小娘子你太厉害了，居然还会算数啊！而且你连算盘都没有打，怎么算出来的？林如意总不能说自己是用99乘法表算的吧？我就随便算的。你再给我割2斤后腿肉，这些筒子骨我也要了。老板也没有多问，赶紧割了2斤肉，再将骨头装好。林如意付过钱之后，就走到市集口那边，突然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站在不远处。林如意皱了皱眉，那边有人找你。楚谢意他眉头立马就皱了起来，昨天还因为他自己与林如意多闹矛盾了，心底对他那是无比的厌恶。不用管他。如意姐姐，我有2句话想和你说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如意姐姐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林如意大步向着旁边走去。如意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，真的很抱歉。如果吴小姐只是为了给我道歉，那就不必了。没想到她一个乡下丫头，脾气还挺大的。如意姐姐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还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骗你实在不应该，也是真的有太多的难言之隐，不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不要为了我气坏身子，毕竟你肚子里还有楚大哥的孩子，你要以孩子为重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吴小姐，你说完了吗？如意姐姐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说。说吧。你对楚大哥了解多少？你知道他的过去吗？我确实没有吴小姐了解我男人，对他的过去我知道的也不多。可是现在站在他身边的是我，而不是吴小姐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不行呗，你连我个村姑都不如。他宁可娶我这个村姑都不娶你，你是真的很差劲。我呀，劝你回去就多喝点茶，再练练你的茶艺，别半吊子就出来丢人现眼的，看得很尴尬。好了，我相公还等着我呢，我先走了。林如意还以为吴淑贤是个段位很高的绿茶，没想到就这点伎俩，心底的战斗欲望瞬间就没了。和自己都不是一个段位的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吴淑贤看着林如意就这么走了，心里有些生气。他说自己连一个村姑都不如，这简直是太羞辱他了。娘子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，我这个当爹的不得多多呵护一下娘子吗？我去，他听见了。
这里距离刚才我和吴淑贤说话的地方那么远，他耳力这么好的吗？那是他自己误会的，跟我无关。哎呀，好热呀，我去里面了。娘，我给你们送了一些吃的，还有我相公抓了黑鱼给你们送过来，你煮汤给大哥喝，这个吃了对伤口愈合有帮助。满棍这是咋了？哎呀，你们自己留着吃就行了，给我们送啥呀？哎，满官啊是被他爹给打了，真是个没耐性的，孩子哭闹2句就受不了了。老娘当时带你们的时候可没少费心思。二哥怎么连亲儿子都打呀？而且还这么小，他耐心也太差了。唉，也不能全怪老二，王翠娥那个婆娘就这么跑了，孩子想娘欠奶吃，自然是要哭闹的。这次的事情闹得全村都知道了，那几个长舌妇就在一起议论，说话很难听。其他人呢也是拿这事开涮，老二心里也不好过，他这几天人都瘦了一大圈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又要带孩子，确实不容易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知道乡下是非多，他们家这事儿啊，肯定会被人议论一阵子。等新的八卦出来，大家才会转移注意。你男人最近要去打猎吗？要不让他把老二带上，去山里躲几天清静清静，等这事过去了他再回来，他自己心里也好受一些。我们最近不是准备盖房子吗？最近他应该都得忙房子的事儿，暂时不会进山打猎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你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我刚做好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你们再煮点饭，给大哥弄点别的吃的。我给你们装了不少，应该够你们吃了。快回去吃饭吧，盖房子的事儿肯定还要找人，到时候我让你爹和你哥哥们去帮忙，你们也少花些钱找外人。林如意点点头，等回去问问楚协义再说。从林家出来之后，林如意直接回了自己家。楚安安和楚子君眼巴巴地盯着碗里的吃的，一直在咽口水，但是就是不敢伸筷子去夹。不是说了不用等我吗？你们先吃啊。爹说了，娘做饭很辛苦，让我们要等着娘回来才吃。那我回来了，你们快吃吧，我去洗个手。一家人把那些都吃完后，你不是去问村长地皮的事情了吗？问好了吗？咱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啊？去问过了，在村口东边有一块空地，可以够咱们盖新房，地皮需要8两银子。那你买下来了吗？楚协义点了一下头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大概5天后。那我需要准备什么吗？比如给来做工的人准备饭菜？没事，我给找的人说了，每天多5文钱，不管饭，让他们自己带干粮。对了，我娘说了，到时候让我爹和哥哥们过来帮忙，让我们少请几个人。不是马上要忙着收苞米了，你爹他们怕是没空吧？那就暂时先不算他们吧。和楚协义说完之后，林如意又将猪油倒在了另外一个锅里加热，当温度到了60度左右，再将草木灰水倒到猪油里，不停地搅拌，让两者充分的融合。一直等到晚上吃了晚饭，他再去看的时候，才看到模具里的肥皂勉强成型了。林如意洗漱好就回房间休息。你不去陪君君吗？不必，他能一个人睡。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落下，就听到门口有敲门声。爹，大哥不在，我一个人害怕，你能陪我睡吗？你已经长大了，要习惯自己一个人睡，自己回去睡，有事喊一声，我们就来。可是平时都是大哥陪我，我想大哥，我害怕。你是男子，马上5岁了，要勇敢一点，自己回去睡。他才4岁，你凶他干什么呀？你要是不陪他睡，我陪他睡。你去他屋里睡，君君进来睡。我去陪你睡。让他跟自己媳妇儿睡，那绝对不可能。本以为他一个人睡应该会很舒服的，可是今晚他竟然莫名其妙的有些失眠了，到了后半夜才慢慢的睡过去。第二天早上睡醒，太阳都出来了，他赶紧爬起来去看了一下他做的肥皂。成了。你这是做的香姨子？是的，古代好像是叫姨子，现代是叫肥皂。你怎么会做这个的？他要如实告诉他吗？楚协义也跟自己坦白了一些事情，那自己是不是也得坦白一下自己的事情呢？
你如果不想说，我就不问了。其实也不是了，只是这件事情很离奇，说了你未必会相信。你说说看。你听过借尸还魂吗？听说过，你继续说。莫非这个时代还有别的穿越者？你不是一直怀疑我不是原来的林如意吗？我确实不是她，我是来自别的时空，和你们这里不一样。做香姨子就是我从那儿学的。那你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又为何在林如意身上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还有别人知道你换人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过来的，我就是和朋友出去喝酒，很晚回到家，醒过来我就在这儿了。就是你带楚子轩去看病那段时间我来的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告诉别人。他和朋友出去喝酒，还喝到很晚，是男子还是女子？他那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一个女子晚上怎么能出去？还是去喝酒？你和朋友晚上去哪里喝酒？男子还是女子？这人，他关注点好像不对劲儿吧？他不是应该问我的身份和目的吗？怎么问我去哪儿跟谁喝酒啊？就是我们那的酒吧呗，和女性朋友去的。酒吧，楚谢意从未听过这个词儿，不过他和女子去的倒也还行，如果是和男子那就不可以了。你就没有别的要问的？我去，这古代的人心态都这么好。以后慢慢问吧，你记住，不要和任何人提起你的来历，就算你爹娘都不能说。林如意点点头，他肯定不会说的。你说你之前听过借尸还魂的事儿，你是在哪里听说的？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？林如意现在很好奇楚谢意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和自己一样都是穿越者。如果那个人还活着的话，找到回去的办法了吗？难道他想问那个人，然后想办法回到他原来的地方，然后让原来的林如意再回来吗？不行，以前听老人说的，那个人后来被人发现了，抓起来用火烧死了。老天鹅啊，果然被发现是要被烧死的。他看着楚谢意，他会不会趁自己不注意，然后把自己绑起来烧死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其他人，也不会伤害你。我相信你。那我拿这个去洗衣服试试效果。楚谢意愣了一下，洗衣服用皂角就够了，这个香姨子在大户人家也不是拿来洗衣服的，他竟然拿去洗衣服。好，盖房子5天后才动工，我联系好人了。这几天家里也没有什么事，我打算进山一趟，看能不能再打一些猎物，到时候开始盖房子就没空了。等房子建好，天也冷起来了，山里的动物都躲起来过冬了，很难遇到了。趁这几天空闲，我再去看看。那你把我二哥也带上吧，他最近也没啥事儿，跟你一起，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。楚谢意皱了皱眉，山里很危险，你二哥不会功夫，而且马上家里也农忙了，还是让他在家里帮忙吧。如果岳母家想打猎换钱，我打到的可以给他们一些。我娘不是想让二哥去打猎换钱，只是这王翠娥跑了，对二哥有些影响。村子里这些女人又爱说闲话，二哥心情不太好，有点抑郁。我娘说让他跟你去山里转转，说不定他心情就好一些了。山里可不是散心的好地方，里面危险重重。之前咱们在山里都遇上狼了，还有可能有大虫、蟒蛇等凶猛的野兽。你二哥如果心情不好，还是找别处散心吧。那你呢？你一个人也很危险啊，要不然你别去了。娘子是在关心我吗？要不然呢？好歹咱俩现在也算是名义上的夫妻了，互相关心也应该吧。名义上？那你什么时候与我做真正的夫妻？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？他大姨妈还没结束呢，应该还得有2天。这种事儿不应该是水到渠成跟着感觉走吗？真正的夫妻也不只是同房吧？我也没有说同房，我只想问娘子，何时才愿意将自己的身和心一起交于我？那看你表现了。我洗衣服去了，你要是想去打猎，自己注意点，不要在山里待太久了。林如意说完就拿着肥皂走了。表现什么呀？她要怎么表现这大媳妇儿才肯接受自己呢？楚安安这会儿也没事儿了，就跟着林如意一起去河边洗衣服。我说沉香啊，你那弟妹跑了，该不会是被你婆婆打跑的吧？
没有，我婆婆没有打她。嗨，你婆婆多凶啊！这王氏惹出这么大一个事儿，她不打她才怪呢。哎，你也别藏着掖着了，你说说呗，反正我们又不会乱说。对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就是，你说一下呗，咱大家都是熟人，说不定以后你遇上，咱还能给你出主意呢。可不是嘛，你婆婆在村里出了名的凶，谁要是惹了她，都要被她指着鼻子骂半天。我就不信她没有打王翠娥。你快说说，到底咋跑的？没有，我要洗衣服了，洗完还要回去帮忙呢。大嫂，小妹也来洗衣服吗？林如意点点头，其他人看到林如意来了，纷纷闭嘴，没有再说。啊，你试试这个。小妹，你这是啥呀？很贵吧？哎呦，这是香姨子吧？这很贵的啊！哎呦，我之前听镇上的亲戚说，他们家夫人买过，一块就要好几两银子。老天爷呀，他居然拿来洗衣服！林如意没想到竟然值几两，那他多做一些拿出去卖，岂不是要发财了？小妹，你这个也太贵了，我洗衣服用这个是不是太浪费了点？大嫂，没事儿，我这个没那么贵，你放心用吧。小妹，我不用了，我就用皂角吧。他还是不敢用，那么贵的东西，万一林如意要找他要钱，他可没钱赔给人家。回到家里，楚子君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说是村长来了。村长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男人没在家吗？我来和他说地契的事。啊，他去打猎去了，您直接和我说吧。外面有些热，村长，咱进屋说吧。张庆峰点了点头，然后大步向着屋子里走去。村长，您坐一下，我给你倒杯水。等他把水端出来，张庆峰看了一眼杯子里的白开水，眼底闪过了一丝嫌弃。这天真热呀，出门一趟衣服都湿透了。我这2天为了给你们跑地契的事儿鞋子都要跑烂了。村长，您辛苦了，让您费心了，喝点水。等事成之后我让我男人打点猎，给村长您送过去，也算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了。张庆峰听林如意这么说，脸色倒是好了一些。嗨，在家习惯了，以为是茶呢。切，茶叶对乡下人来说那是奢侈品，平常不是家里办酒席，根本没有人会喝茶。而且这张家也谈不上多有钱，还喝茶喝习惯了，骗鬼呢。这张庆峰真爱装逼。不好意思我们家不像村长家日子过得好，我男人是外来户，还有3个孩子，确实是买不起茶叶。村长，您就将就喝2口吧。如意丫头，你这话说的就太假了，谁不知道你们家连马车都买得起何况区几两茶叶呢？对了，村长，您说您是为了地契的事情来的，可是办好了？这本来一开始和你男人说了8两银子，但是我去找厅长，他说那块地很大，你们要的话还得补500文钱。这事儿不是早就谈好了吗？怎么现在又要加钱啊？村长，您和我男人不是早就谈好了吗？而且那个地多少钱，您肯定早就知道。这突然要加钱，我们也没有这装逼男不会是想自己私吞吧？如意丫头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说的好像我想吞你们的钱一样。这钱地契上要写的，而且地是官府的，我又做不了主，我只是传达一下。你要是不信我，那你自己去办好了。既然村长这么说了，那就等我男人打猎回来再说吧。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做不了主，我也没有钱。张庆峰一甩衣袖，大步走了出去。次日早上他睡醒，雨还淅淅沥沥地下着，也不知道楚协义在山里怎么样了。他没有被淋湿吧？他好像也没带衣服，要是淋湿了，岂不是很难受？雨一直到中午才停。林如意打算带着自己做的肥皂去问问看，能卖多少钱。林娘子来了，可是有事儿吗？你们掌柜在吗？我找他有事儿。苏掌柜老家有事儿，最近几天都不在。不过我们少东家在，你要见见我们少东家吗？那麻烦你去给你们少东家说一声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小二马上进去找陈文琪，没一会儿功夫就出来了，带着他上了2楼。哪阵风将林娘子吹来了？快请坐。前几日陈公子给我们送了100两银子，我呢也不想让陈公子吃亏，所以今天来是想说4道菜谱给你。
陈文琪愣了一下，眼底掠过了一抹惊讶。哦，不知道林娘子说的是哪4道菜？毛血旺、咕噜肉、口水鸡和佛跳墙。还请林娘子详细说说。林如意为了方便让陈文琪看懂，让他带自己去后厨，他打算亲自做一遍。非常好吃啊，这口水鸡非常的开胃，毛血旺麻辣鲜香，咕噜肉酸甜适中，肉质鲜美。这东坡肘子软糯，肥而不腻，老少皆宜啊。这做法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，相信你们都是老师傅了，你们只要做上2次，肯定比我做得好。我还有别的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林娘子，你等一下。陈公子还有事儿吗？多谢你给我们酒楼的这4道菜，我想再耽误你一点时间，我怕他们记不住，你能否把方子说给我？我不会白耽误你时间的。林如意觉得陈文琪这人还行，也就同意跟着他去写方子。林娘子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今后你和你家人来我酒楼吃饭，全部都不收钱，你只需要将这个交给他们就行。对了，陈公子，你可知道哪里可以买到香姨子吗？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，等我问问家里的管家，家里女眷会用，他们会安排人去采买，应该知道哪里有卖的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反正这白沙镇也不大，她可以慢慢去问。陈公子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你方便吗？事成之后我再送你1道菜的方子。林娘子请说。您认识白沙镇的亭长吗？我们家想重新建房子，看了村里一块地皮，本来都已经谈好价格了，我们村的村长又说要加钱，还说是亭长说的，让我自己去问亭长。我想问问是怎么一回事，可是我不认识人，也不知道您认识不，能不能带我见见？按理说这事儿应该是男人出面解决，他家哪人呢？啊，我认识，你如果想见的话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亭长家里帮你说一下这事儿。那就麻烦陈公子了，我想赶紧把这事儿处理了，过几天我们就要开始盖了，得把地契拿到手才行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去，我正好去找亭长，也有些事情。陈文琪出面，这周家人马上热情地上前迎接。不愧是首富啊，这待遇就是不一样。林如意跟着陈文琪一同走进了周家，占地很大，里面修建的也很精致，就看到周正豪正坐在里面。晚辈见过周伯父，今天冒昧来打扰，还望周伯父莫怪。不怪不怪，贤侄能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快过来坐，一边喝茶一边说。伯父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朋友林如意，她今天跟我来找您，是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。如意，这位就是我们白沙镇的周厅长，你之前说的事情就是归他管，你可以和他说说。民妇楚林氏见过周厅长，民妇乃是杨小村人，今日前来打扰周厅长，实属无奈，还请周厅长见谅。这小妇人看着年纪不大，可是谈吐举止落落大方，倒是有些好奇他来找自己要干什么。既然是文琪贤侄的朋友，就不要太见外，你说说找我有何事？民妇家里的房子太破了，想在村里买一块地皮重新建。民妇的相公给我们村的村长说了这事儿，地皮也选好了。当时村长说那块地皮需要8两银子，我相公就把钱给他了，请他帮忙办一下地契。我们打算过几天就开始动土建房了。可是昨天村长突然去家里说那块地皮要加钱，民妇就随便问了2句，村长就很不耐烦，说自己为此事跑了好几次了，鞋子都磨烂了，说我不信他的话就让我自己来问厅长，还说加钱也都是您的意思。民妇这不也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托陈公子带我来问问，真的不是有心要叨扰周厅长的。周正豪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周福，你去调查一下这事儿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周福马上领命去调查了。本来他们来的时候就不早了，现在也该吃午饭了。在吃完饭之后，林氏，这件事我刚才派人去调查清楚了，确实有这件事，但是价格还是之前的8两白银，而地契已经交给你们村的村长张庆峰了。他私下找你们说要加钱，是他想贪赃。这事儿我会继续调查，等确认了，我会对张庆峰进行处罚。你看还有问题吗？厅长英明，民妇没什么要说的了，只是想问问，那我们怎么拿地契呢？万一张村长不给我们怎么办？等会儿我派周福和你一起去你们村子，他不敢不将地契交给你。那便有劳您了。没事，
你们都是我管辖范围的村民，我作为庭长，这些事情自然要处理好。那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了，民夫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得回去给他们做饭，就不叨扰庭长了。那周福跟林氏走一趟吧。林如意就带着周福去了张庆峰的家。到了张家院子，他上前去敲门。开门的是张庆峰的二媳妇于氏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来找村长，他在家吗？你们找公公有啥事儿啊？他正在午休，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，你们别打扰他睡觉了。把张庆峰叫出来，少废话。你是什么人？知道我公公是谁吗？嗨，你知道我公公是谁吗？这个蠢货，不会以为自己很牛吧？我管你公公是谁，现在将张庆峰给老子叫出来。于是看周福凶狠的样子，一把将门关上，转身进去叫人了。当打开门看到周福的时候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哎呦，福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快里面请。坐就不必了。你将他们家的地契拿给他们。他竟然真的去找庭长了，而且还将周福叫来了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张庆峰咽了2口口水，然后才转身去屋里拿地契。现在轮到他傻眼了。张庆峰将地契拿出去。福爷，这是他们家的地契，你给他呀？给我做什么？林如意拿过地契瞥上2眼。福爷，您帮民妇看看是不是？没问题，就是这个。好了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回去了。福爷，您进屋坐会儿吧，这会儿天气热，您进屋喝口水。鄙人没那个荣幸，张村长还是好好的在家吃几天好的吧。走了。福爷一甩衣袖，直接走人了。林如意拿着地契也打算回去了。林如意，你不准走，你给我进屋，我有话问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回家了，有事儿你去我家问。可是张庆峰根本不管，强行把他拖拽回了他家院子，然后把门关上。林如意，你到底去给庭长说了什么？你怎么见到庭长的？周庭长又不是神仙，我作为白沙镇管辖范围内的村民，有事找他当然能见他，而且不是村长让我去找庭长的吗？现在村长这么生气，该不会当时让我去找庭长都是吓唬我的吧？他到底是用什么手段见到了周正好的？你和庭长到底说了什么？当然是把村长跟我说的都告诉庭长了。你如果想知道具体的，不如去问问周庭长。现在我要回家了，你们最好马上把门打开，不然到时候你们会后悔的。怎么后悔啊？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休想走出这个门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是想杀人灭口？我们只是让你说清楚，你到底和庭长说了啥？刚才那人为啥让我爹多吃点好东西？他们要对我爹做什么？我都说过了，你爹让我去找庭长说地契的事儿，我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庭长。你们如果不信，就直接去问庭长，我可以陪你们当面对质。至于刚才那位福爷说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若想知道，就去问他吧。那你怎么见到庭长的？村长，你这话问的就好笑了。你有扣留我们家地契的手段，那我自然有解决的办法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要回家，你们把门打开。我既然有本事找庭长拿回地契，那我就有本事把你们告到衙门。哼，你少在这里吓唬我们！我告诉你，我爹的村长位置要是不保，我一拳打死你！你们是觉得我能决定村长谁来做是吗？如意啊，刚才是我们的不是。你看，我们进屋子，我让他们给你泡杯茶，我们叔侄俩呀，好好谈谈。哎呀，我与你爹年轻的时候啊，还是拜把子兄弟呢。走走走，进屋坐。茶我就不喝了，村长你有什么吩咐你就直说吧。我这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他们还没吃饭，我得回去给他们弄吃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男人吧力气大，要是知道我不给他孩子们做饭吃，回来肯定得收拾我呀。他可是连豺狼都能打死，我可挨不住他打。这地契的事儿啊，确实是我的不对。我等会儿拿200文钱给你，算是赔礼道歉。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样算了呀？你在庭长面前帮我说说好话，你看行吗？爹，凭什么给他钱啊？你帮他们办事，他不给你钱，你还给他？你给老子闭嘴！滚去把东边田里的草给拔了！
村长，您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在庭长面前可说不上话的，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上你。林如意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你别逼我将你们赶出村子。这人还真有意思，怕是还分不清楚状况吧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敢威胁我。村长可以试试啊。旁边的张武见状，直接冲到林如意面前，抬手就要打他。楚协议，救命！张家院子的门就被踢开了。我靠，这都行？我穿的书是正儿八经的古文啊，不是玄幻文啊，这人怎么随叫随到？他在我身上安监控了。只见下一秒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张武的手直接就脱臼了。下一刻就听到张武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整个村子都听见了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轻轻摇头说自己没事儿。楚烈户，你做什么？你一个外来户，别太嚣张了。那你去报官吧。说完就拉着林如意的手走了。张家人都被楚协议吓到了，也不敢上前阻拦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带着林如意离开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你不是在山里打猎吗？我中午回来了，你一直没有回来。安安和君君在门口等你，杨家的二丫来找安安，说看到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去了村长家，我就过去看看。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你在叫我。他还以为楚协议给自己身上装什么东西了呢。你去村长家做什么？林如意一边走一边和楚协议说地契的事儿，把今天发生的也详细说了一遍。两个人刚走回家里，他爹娘居然来了。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可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和你爹听说你去村长家，又听到张武滚叫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不会把村长的儿子给打了吧？确实打了，他要先动手打我，被我相公打了。反正这个梁子是结下了，今后会怎么样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他为啥要打你？林如意不得不将事情的经过又讲了一遍。这张八子就是活该，平时在村里也没少占便宜，不知道他村长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。如果他还能继续做村长，今后怕是要给咱们穿小鞋了。张庆峰长了一张鞋拔子脸，所以大家私下里都爱叫他张拔子。眼下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先看看吧。不用担心，他这个村长做不了了。几个人都好奇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确定。大周对于贪污一事查得很严，如果不处置张庆峰，咱们告到县衙去，庭长也会怕的。他做了那么多年的庭长，肯定不是那么干净，也经不住查，所以他不会为了一个村长赔上自己。好了，你们别担心了，反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吗？大哥怎么样了？老大好多了，今天能下床走一会儿了，不过家里的药马上就没了，明天得去镇上找大夫拿一些药了。那就好，大哥好了就行，你们也不用再担心了。那我们也没别的事情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如果张家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喊一声，我们林家人也不少。林如意点点头，这有人撑腰就是爽啊。林如意回到屋里，看到楚安安和楚子君站在屋里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爹做的。不敢说自己就吃了2口，现在肚子还饿着呢。娘，爹做的饭不好吃，我没有吃饱，我肚子饿。林如意看到楚谢意的脸色一下就沉下来，这四周都散发着冷气。那我去给你们做一点吃的，你还吃吗？我多做一点。不吃了，我出去办点事，晚上回来。你们在家小心点，将院子门关好，今天不要出门了。林如意也没有问楚谢意去干什么，只是让他自己小心一点，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娘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看什么。娘，你是不是在等爹爹呀？没有，你爹不是说去办事了吗？晚上就会回来，我就是出来透口气儿。可是我都看娘出来3次了，肯定是担心爹爹的吧？娘，你是不是喜欢爹爹呀？小孩子家家的，乱说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喜欢应该就是像娘这样，会想着爹爹，
会担心爹爹。这楚恩恩真是太早熟了。可是他喜欢楚谢意吗？你呀，就是人小鬼大，一天天的脑子里想的什么呀？唉，怪不得今后能做祸国妖妃呢。这细腻的心思，成熟的心智，早就超越了同龄人一大截了。嘿嘿，那娘是不是喜欢爹爹呀？是，走吧，咱们做饭去。天都黑了，等会儿你爹回来也能马上吃饭。林如意刚把饭做好，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敲门声。你们在屋里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娘，我陪你去，我会功夫，要是有坏人，我帮你打他。我也会，我也去保护娘。放心，娘先问是谁再说。如果有危险，我叫你们，你们在屋子里等我就是了。说完，他就往门口走。突然，一抹黑影从院墙外一跃而进，他连忙围了过去。是我。你咋不说话呢？你跳墙干啥？我等了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睡觉了，所以就打算自己跳进来开门，再将马牵进来。你倒是挺会赶饭点儿，我刚把饭做好你就回来了。那把马牵进去，洗手吃饭吧。等把饭吃完，就各回各屋睡觉去了。你不陪君君吗？子君说他晚上可以自己一个人睡，正好我还有点事和你说，我能进去说吗？说有事儿都是借口，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在我屋里睡。进来吧。他让开身子，楚谢意马上进去。你下午去哪里了？我将打到的猎物拿去卖了，顺便去书院找了方院长，问了问子轩的事情。他在书院怎么样？吃住还习惯吗？还可以，不过他说书院的饭菜没有你做的好吃，住的还可以。那既然他喜欢吃，过几天赶集我做一些饭菜，你给他送过去吧。楚谢意马上点点头，心里松了口气。哦，对了，之前给他的药膏，他有坚持涂抹吗？还剩多少？如果快没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再拿一些给他。楚子轩被烫的地方还不久，他那个祛疤膏的效果非常不错。我问了，他说还有些。好吧，反正他再有12天就回来了，应该够用到下次的。楚谢意点点头，林如意对楚子轩还是很关心的。你不是有事儿跟我说吗？你说吧。卖猎物的钱一共是6两半。他说有事儿，就是把钱给我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楚谢意轻轻的摇头。好吧，我不是自己做了几块香姨子吗？我想找地方问问价格，想多做一些卖。你有啥建议吗？可以。不过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们是夫妻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就是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做香姨子这个事儿，我能不能对外说是你教我做的？可以，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，这样以后才不会露馅。林如意也点头同意了，这事儿肯定得和楚谢意先沟通好。我这边没有别的事儿了，你还有吗？楚谢意轻轻摇头。那睡觉吧。第二天，林如意她打算去看看她大哥。刚走到小河边，就听到几个洗衣服的女人小声的议论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村长被带走了，张家人求了半天都没用。啊，那我们村儿会换村长了？这可说不准，反正张拔子做了这么些年，可没少捞好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自从楚家那丫头溺水之后，林如意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又是跟镇上酒楼做生意，楚家又买马车，现在还将老大送去学堂，家里人也都换了新衣服。听说昨天是因为他们家买了块地皮，打算建新房子。现在村长也因为他被抓走，你说他是不是被什么附身了？现在也太厉害了，完全不像以前的他呀。啊，对，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了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不会真有什么妖怪附身吧？那这也太吓人了，会不会害人呢？哎，咱们要不要和族长说说，让他找人来看看？这可是大事儿，影响整个村子呢。你们是不是被吊死鬼附身啊？这么喜欢背后说人坏话？我们说错了吗？村长可不就是因为你被抓走的吗？原来这个陈兰当初和原主打过同一个主意，那就是攀上楚谢意，所以这陈寡妇总爱针对他，处处跟他作对。
陈兰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，可她私下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愣是让张庆峰给她弄了一块肥田。有人亲眼看到半夜有男人从陈寡妇的屋里出来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哼，怎么不说了？心虚了吧？陈寡妇，你这么维护张庆峰，你们该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吧？你少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我像你一样，为了吃肉连名声都不要了？缠上一个官夫，还真是够不要脸的。哎呦，要说不要脸，我确实比不上你。您多有手段啊，这双腿一张，男人都给你乖乖干活，给你送田送地的。小心东西收多了，到时候人家再送你一个杂种。臭婆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臭嘴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楚谢意走了过来。哎，楚莲湖你来了，你管管你家女人吧，她说话太难听了，一直在侮辱我。我说她当时故意赖上你，强迫你娶她，她还不承认。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我很理解你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她不会以为楚谢意能看上她吧？哼，就吴淑贤那种大家闺秀，楚谢意都看不上，更别说她是一个和好多男人关系不清楚的寡妇了。我不需要你的理解，我娘子最讲理了，侮辱你肯定是你有错在先。还有，我要纠正一点，我是自愿娶我娘子的，而且我们感情深厚。再听到谁挑拨离间，我把他牙齿打碎。陈兰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楚谢意。相公，咱们走吧。林如意故意嗲嗲地叫着楚谢意，还挽着他的胳膊，好不亲密。好。两个人就这么转身走了，留下陈兰在原地跺脚。没想到啊，你当初满脸胡子又凶又黑的，还能让一个寡妇对你倾心。哎，你是不是也偷偷去过他家呀？胡说，我没有。那他为啥一直针对我啊？分明就是对你贼心不死。不得不说，这刮干净胡子的楚谢意，就连生气都很好看，剑眉星目，高挺的鼻梁，真的很 man 很迷人呢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有去过他家，我也不认识他。要不然你去试试，人家一个寡妇在村子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肯定有过人之处，说不定哪方面技术不错的。他的话音刚一落下，下一秒就被楚谢意按在了身旁的树干上，特别像是壁咚的姿势。干嘛？林如意内心有些紧张，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期待。你的技术好吗？我不会。楚谢意听到林如意的话，嘴角立马上扬。没事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探讨。好了，你不是要去岳母家吗？走吧，我陪你一起，免得你又被人欺负。我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吗？是，我娘子最厉害了，没有人能欺负到你。我只是怕你被人欺负。这人前几天还是钢筋直男呢，怎么今天变得这么会撩人了？之前的到底是故意装直男，还是突然就开窍了？好了，我们去看大舅哥吧。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不做点什么，有点浪费感情了吧？林如意踮起脚尖，在楚谢意的嘴唇上吧唧亲了一口。走吧，去看我大哥。他是真的大胆，你以后别这样，咱们回家再说，不然那些人又要造谣你了，对你名声不好。那你刚才那样就可以吗？我以后会注意的。阿奶，姑姑和姑父来了。孙荷花正在屋里收拾别的，听到林满阳的话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娘，我们来看看大哥，大哥怎么样了？老大好多了，刚下床还走了一圈，现在在屋里休息呢。你们进去看他吧，我砍了树枝来驯蚊子。哎，现在蚊子太多了，我玉米粒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被叮得满身是包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大哥。林如意带着楚协义去了大哥住的屋子。小妹啊，妹夫来了，快进来坐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大嫂，不用了，我们来看看大哥，看完就回去。林城听到林如意的声音，马上从床上起来，慢慢的走了出来。小妹、妹夫，你们来了，这次多亏了你们，没有你们我这条命都保不住了。大哥无以为报，今后有什么事儿你们只管开口就行。大哥你别激动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快别说这些话了。
你能好起来就好，别的不用说了。大哥，看你身子还恢复得不错，我们也放心了。你再休息一段时间，等身子彻底养好了再去干活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林如意就和林城说了2句，看他脸色有点差，就让弟出来。娘，大哥不能干活，爹他们忙得过来吗？能，你大嫂家的2个弟弟过来帮忙了，他们还挺好的，知道你大哥受伤了干不了活就过来帮忙干2天活。这么互帮互助的亲家多好呀，比那王家强太多了。要是忙不过来你就说一声，我给你找些人帮忙。找人？你哪里去找人？花钱请人。花啥钱呀？慢慢做就是了。1斤苞米才值几个钱，浪费那个钱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家里事多，就不留你们了。岳母，小旭这2日正好没事，我去帮忙掰苞米吧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打猎就挺辛苦的，家里忙得过来，你休息就好。最后孙荷花说什么都不让他们帮忙，他们只好回去。王叔公、赵大爷、二爷、张叔公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喜子被带走是因为你男人还把张武的手打断了。几位这是何意？你说我们是何意呀？你一个外来户，才来村子多久，就敢在村子动手打人，是不是等日子久了，全村的人你都不放在眼里啊？张叔公，你这话说得太好笑了吧？我男人虽然是外来户，但我是村子里长大的。张武一个大老爷们儿动手打女人，就很光荣吗？还是咱们村以打女人为荣啊？或者你们想做一个在自己娘子被打的时候屁都不敢放一个的窝囊废？那张武把你哪里打的？你说出来，我们也可以为你做主。他要是真打到我哪儿了，估计他就不是断一条手臂了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林如意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小年纪竟敢杀人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这性子实在太烈了。今天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，让你改掉你这恶劣的性子，不然将来必定会给村子带来麻烦。走，跟我们去祠堂跪着，好好反思反思。你们谁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一个外来户还反了天了，你别以为自己会点功夫就能为所欲为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们羊角村在这里100多年了，大家都是恪守规矩的人，你们现在坏了规矩，自然要受到处罚。你们若是不听，就怪我们将你们赶出村子。张叔公，您怕是老糊涂了吧？我们可是真金白银买了村子里的地皮，现在手里还有官府盖章的地契呢，你凭啥将我们赶走啊？还有，既然村长都被带走了，你觉得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，你会不会被带走呢？您可比张庆峰还要老一辈，就是不知道您这把老骨头还经不经得起折腾啊？哼，都是张家人，张庆峰那村长之位，你没少处理吧？张丰收看到其他3个人都低着头不说话，明显就是不会帮忙了。赵家大爷爷、二爷爷、王叔公，你们向来受村里人敬重，都是因为你们向来做事公道，会为弱者主持公道，大家都相信你们，所以发生事情之后都会找你们主持公道。还望你们千万别被小人的谗言蒙蔽了双眼，可别让大家寒心啊。张大，这事儿我看如意丫头说的对，若是张喜子没有问题，也不会被庭长带走，分明丢村子脸的是他，这事儿怪不得如意丫头他们。好了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得回去了。我家里也还有事儿，我也先回去了。现在就只剩下张丰收一个人，他看了看人高马大的楚谢意，最后还是讪讪的走人了。咱们这盖房子太波折了。没事，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来就行，你安心等着住新房子就行。其实我有一个建议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你说。你看，你也不是村子里的人，他们总是叫你外来户，永远也不会把你当做村里人一样对待。而且吧，咱们也没什么田地在村里，修房子还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不如我们拿这个钱买一些田地，再请人干活，平时就让我爹娘给我们看着一点。
子轩在书院上学嘛，咱们不如去镇上租套院子，他每天也能回家住。等明年子君也要上学，这样也很方便，你觉得呢？楚谢意轻蹙了一下眉头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那刚买来的那块地皮怎么办？留着吧，说不定将来用得上。我们实在是不求房子了，可以给你们爹娘。他们家那个房子也不大，等你几个哥哥都成家了，有了孩子，那边肯定住不下，还得换更宽敞的地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镇上看房子啊？后天赶集就去看看吧。那到时候把安安和君君也带上，也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到了镇上，林如意就看到吴淑贤和他的丫鬟站在不远处，旁边还停着一辆马车。喂，你的爱慕者又来了，真是痴情啊！可赤卫的样子确实挺可爱的，我和他不熟。娘子，我们去看房子吧。人家还不知道在那儿等多久了，你忍心把人家丢这儿啊？他爱等就等吧，与我无关。啊，外面太阳好晒啊，我先上车了。梁小芝趴在窗户上看，他们也见过吴淑贤几次。娘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怎么总是跟着我们啊？他啊，想给你们当小娘呢。我不要他给我们当娘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娘。我们只要你做我们的娘。那你跟你们爹说去吧，万一你们爹有那个心思呢？楚安安一听，马上走到外面，对着楚谢意说道：爹爹，你不能娶别的女人，我们不会让她做娘的，我们只有一个娘，你要是敢娶别的女人，我们离家出走，还把娘带走，你一辈子也找不到我们。对，我也要离家出走。放心吧，不会的，爹不会娶别的女人的，这辈子你们都只有她一个娘。你们告诉他，楚家男儿一生只娶一个女人，这是楚家的规矩，若有违背，断子绝孙，死后不得进祠堂。他就是故意让孩子们转达，希望林如意不要再有芥蒂。楚大哥，我是来向你和嫂子辞行的，我要回利州了。我来之前，我爹让我带了一封信给你。楚谢意本来不打算理会吴淑贤的，可是听到他说他师父让他带了信件，只能将马车停下。拿来。吴淑贤拿着信封将信交给他，楚谢意拿过信之后，赶着马车就走了，看都没看吴淑贤一眼，也没有和他多说一个字儿。坏女人！吴淑贤的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，袖子里的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。很快就到了西街的胭脂铺门口，楚谢意让2个孩子在马车上等着，看着马车，他与林如意一起进去。这位夫人想买的啥呀？我们店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全镇最好的胭脂水粉都在这里，您随便选。掌柜的，你们铺子里有香姨子卖吗？啊，有的，夫人来对了呀，整个白沙镇就我们铺子有卖的，您这边来看。掌柜的拿出一块手掌大的香皂，除了外形比较精致之外，和他们自己做的肥皂没啥区别。掌柜的，你这个香姨子怎么卖的？夫人一看就是识货的，这块是我们刚倒的，带着牡丹味道呢，用完之后啊，整个人都是香的。您要的话，我给您算5两吧。掌柜的，你这未必也太贵了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？哎呀，没了呀，别的都被客人买走了。夫人，你别嫌贵呀，这可是抢手货，这是昨天才到的。你要是不要的话，用不了3天，保证就没了。那你这每一块卖的还不一样吗？当然啊，每一块大小、香气都是不一样的，价格嘛，当然也不一样啊。掌柜，说来不巧，我们家也会做一点，我这里刚好带了一块，要不然您看看我在你们这铺子里大概值多少钱啊？当看到林如意拿出来的肥皂比她的那块大一半，虽然是没啥香味儿，可是多了一半。你这个都没有香味儿，也就值2、3两吧。林如意一听，这2、3两也不差呀，反正一块的成本也就12、13文钱，那他还能赚很多呢。楚谢意却轻轻拉了他一下，就看到他用眼神示意自己出去说。林如意跟着楚谢意走了出去。咋啦？别卖给他。难不成他有更好的销路？那这镇上还有别家在卖吗？应该没有了。
我们可以拿到县城里去问问。白沙镇人不多，而且香姨子贵，在这里一天也未必能卖出去1块，还不如去县里找人问问。那咱们去富阳县？离白沙镇近一点的有2个县，一个就是咱们上次去的富阳县，还有一个叫阜宁县，2个距离差不多。白沙镇属于富阳县的管辖，阜宁县经济比富阳县还稍微强一点，咱们可以去阜宁县看看。那咱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明天吧，今天先看看房子。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，争取来去就用1天时间。那我一会儿再买点东西回去，下午再做一些，明天早上就好了，带过去看看。就算真卖不出去，咱们自家人也可以用。放心，能卖出去的。于是一家人离开了这家胭脂铺，去找了一个牙婆，让她帮忙问问镇上有没有空房子。这院子1个月多少钱啊？夫人真有眼光，这处宅子可是难得的，风水还特别好。房主考上了举人，去外地当官了，把全家都接去了。你看看你家2娃子，这男娃子看着也机灵，将来肯定也是读书的料，说不定也能考上举人。这宅子1月只要800文钱，虽然价格贵了一点，但也是真的不错呀。喜欢吗？林如意点点头。那就这个吧。要不然咱们先不定吧，等明天问了香姨子的事情再说。反正镇上人口流动性不大，应该租房子的也不多吧，不可能马上被人租走。放心，有我。行，那就定下来吧。我确实挺喜欢的，这院子打理一下肯定会很漂亮。楚谢意和牙婆谈了一下，然后将租房的契约给签了。他们又去了书院。爹、二妹、小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我们来看你呀，娘还做了好吃的给你，就在这儿呢，我一直拿着，可香了。你闻闻。楚子轩心底非常震惊，这是娘特地给你做的，娘怕你在书院吃不饱，早上起来做的，你快拿去吃吧。大哥，我们要在镇上租房子住，以后你就不用住书院，能回家住了。那个院子又大又漂亮，里面也特别好，我们刚才去看了，院子可大了，我们可以玩捉迷藏。为什么要租房子？租房子很贵吧？我不用，我就要住在书院，我在书院住得很好。肯定是林如意怂恿的，她就是好吃懒做，爱慕虚荣，想来镇子里住着，不想吃苦。大哥，你为什么喜欢住书院啊？书院有什么好的？我是来求学的，不是来享福的。书院每天都有吃有住，还有一帮志道同合的师哥一起讨论学问，我很喜欢。都说古代读书人有点迂腐，这小子轩才去了这么几天，就开始起范儿了。你笑什么？夫子说的没错，世间就是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，无知妇孺。这小孩上了2天学堂就开始装叉了，哼，这小脸满是装出来的深沉，也太可爱了吧。在镇上租房子是我的意思，反正房子已经租好了，下次赶集我们就会搬来，正好等你下次放假，我同你们院长说一声，将你接回家住，就不在书院住了。爹，你为什么要来镇上租房？镇上的房子那么贵，你养一家人也那么辛苦，这个钱不该花。楚谢意看着楚子轩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内心有些复杂，真不知道把他送到书院住宿是好还是坏。如果一个人读书就要看不起女人，那他的出发点就已经错了。子轩，我是你爹，我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不用你来提醒我。还有，你知道你娘刚才为什么笑吗？为什么？还有，她不是我娘。我知道你对她还有恨，但是如果你脸上的疤痕没了呢？而且你最后发现，并不是她做的呢？不是她还有谁？爹给的药膏很好，我涂了，疤痕也淡化了不少。如果真能没了，那我还是讨厌她。等你以后再大一点，你就明白了。好了，租房一事已经定了，等你下次休息，我来接你去新家。楚子轩知道楚谢意说一不二，只能点头同意。那个菜是你娘早上专门做给你的，怕你在书院吃不好，你一会儿拿进去吃吧。我们还要赶着回家做饭吃。在书院有什么事就给书院院长说，希望他在知道真相后不要愧疚自己这样对林如意。爹，你刚才说他笑，
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你那会儿说的那个词，应该是志同道合。楚子轩身子一愣，好像他刚才确实说错了，可是他不相信林如意一个无知妇孺能知道这些。好了，回去吧，等下次休假我再来接你。林如意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还不如中午就在镇上凑合吃了。林娘子，快楼上请，楼上还有包厢，快请。2楼的包厢比楼下安静多了，环境也雅致。林娘子，那就给你们上您之前说的那4道菜吧，正好您尝尝我们厨子的手艺，再指点指点。没做多久，小二就将饭菜送了过来。林如意一一品尝了，这口水鸡和东坡肘子都没问题。他们刚一吃完饭，陈文琪就来了。楚兄，好久不见。楚谢意也回了一个礼，只是并不怎么热情。林娘子，你觉得我们酒楼的厨子做得咋样？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吗？血旺煮的时间有点久了，火太大了，导致血旺里有不少气泡，影响口感。乌鲁肉酸甜比例没有掌握好，把酸味再降低一点，多做几回就好了。其他2道菜还可以，口味不错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让苏掌柜交代厨子改改。对了，我之前说要再送你2道菜谱，你拿笔记一下，我就不做了。这2道菜都不难，你们厨子应该一看就知道怎么做。好，对了，林娘子，上次你问我哪里有香姨子卖，对吗？我回去问了一下家里的管事，说在西街胭脂铺有，不过他们也是从县里面进货的，你需要吗？我正好过2日要去一趟阜宁县，回来我给你捎带一些。不用了，我暂时不需要。行，你以后要是想买，你和我说。我们家在阜宁县还开了一处酒楼，是我2哥看着的，我时不时也会过去看看，顺路能帮你带回来。你费心了，我暂时不用。娘，我想去茅房。我带你去，回来咱们就回家。楚恩恩自己也跟着一起去茅房。等母子3人离开之后，这房间里就只剩下楚谢意和陈文琪，谁也没说话，气氛显得更尴尬了。听闻楚兄家要建新房子，人手够吗？暂时不见了。啊，是地皮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吗？不是，有别的打算。很快林如意就带着2个孩子回来了。楚谢意看他们回来，就起身说要回家了。第2天，林如意就把2个孩子送到了林家。等交代好了，本以为楚谢意会赶马车去，谁知道他竟然将马车卸下来，只牵着1匹马。骑马快一些。其实他4岁开始学马术，骑马的技术很不错的。香姨子我已经装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能出发了。你别怕，这马看着高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摔下去的。林如意也没有解释，直接翻身上马，用行动告诉楚谢意他会骑马。楚谢意也赶紧上马，坐在后面，好像是将林如意圈在了自己的怀里。林如意她双腿夹紧马肚子，身下的马马上就跑起来。楚谢意还没反应过来，险些掉下去。可是需要我来护着夫君？不用。咱们要骑马多久啊？1个时辰。2个人一路狂奔，刚要进城就碰到了熟人。林如意觉得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林如意翻身从马上下去，对面的人好像也看到了他，可是拔腿就跑。林如意见对方跑，自己马上追了上去。既然在这儿都遇见了，那他必须要把他娘的东西要回来呀。王翠娥1天没吃东西了，根本跑不过林如意，很快就被追上。我娘的钱呢？拿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没有拿你娘的钱啊！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这头发全薅下来？小妹儿啊，求求你了！谁是你小妹儿？你别乱叫，钱拿过来。小妹儿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钱不该问，不该偷家里的钱，可是娘让相公休了我，不管我怎么哀求，他们都不肯原谅我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才做出这种事情的。钱拿出来，你少废话。小妹儿啊，钱都被抢走了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我都2天没有吃饭了。你行行好，你给我一点钱买点吃的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就看在我们姑嫂一场的份上，你救救我吧。林如意一听被抢了，
这眉头紧紧皱起来。他咋还有脸问自己要钱买东西吃呢？谁把你钱抢了？你为什么不报官啊？我娘家人不会让我回去的，我就想着拿着钱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可是我走在路上就被几个人盯上了，他们趁我打盹的时候把我身上的钱全都抢走了，还打我一顿。你看看，我头上还有个包，哎呀，手臂上身上全是伤呀，小妹儿。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在满棍的份上，你可怜我吧。你别碰我，你还有脸提满棍儿？他那么小，你说走就走。他刚被你娘家人打了，正是害怕的时候，你一声不吭就跑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他？你就是活该，你这种女人死不足惜。林如意她知道这个钱是打水漂了，再也拿不回来了。于是林如意果断上前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她的左手小拇指直接被掰断了。林如意突然转过头看着楚歇意问道：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，心太狠了？那是他罪有应得，偷盗婆家钱财，害得婆家人被打，按照大梁律法他都能处死刑了，你就断他一指已经很便宜的了。我是问你，在你心里我算不算心狠手辣的人？他那么在意自己的看法，应该是对自己有益吧？不会。那你让你小师妹小心一点啊，我可是睚眦必报的人，她以后要是再敢惹我，我可对她不客气。他吃味的样子也太可爱了。好，娘子想对谁不客气都可以。你也一样，你再联合外人骗我，把我当猴耍，你就可以滚蛋了。之前不是说都不介意了，怎么还翻起旧账来了？好好好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。两个人顺利的进了城，因为是第一次来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。哎，楚兄、楚夫人，好巧啊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哪里都有这人？虽然昨天他是说这2天会来抚宁县，但是这也太巧了，直接就撞上了。有点事。陈文琪见楚歇意的语气不对劲儿，马上就识趣的找借口走了。啊，那你们先忙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如果中午不忙，可以去百味斋吃饭，那儿也是我们家的酒楼，你们去吃饭还是不给钱？林如意觉得陈文琪这人确实不错，倒是个可以交的朋友。他好看吗？那语气别提有多酸了。不好看，比不上我相公好看。那你以后不准盯着他看。我哪有盯着他看啊？这人吃醋吃的也太莫名其妙了。好，听相公的。那我们去卖香姨子的铺子吧。两个人来到了一处2层的胭脂铺。这位夫人看着有些面生啊，这是第一次来我们含香楼吧？刚才有些忙，怠慢了2位，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啊。夫人想要买什么，我可以为夫人推荐一二。啊，我们随便看看，想买点香姨子，你们铺子有吗？那夫人可是来对地方了，我们铺子里还真有，而且货品齐全，各种香味都有。您随小的去那边选。小二带着2人去了旁边的区域挑选。夫人可有喜欢的？你们这些都不错，是你们自家的师傅做的吗？这些可都是我们掌柜花大价钱从扬州买回来的，那边的夫人小姐可喜欢了，都是很抢手的呢。还不是自家师傅做出来的，那他的东西就能谈了。小二哥，能见见你们掌柜吗？我们掌柜这会儿还在忙，夫人可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和掌柜的说一声，等他忙完了，或许能见见你。你把这个带给你们掌柜看一下，就说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如果他想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详谈。价格方面呢，肯定比他之前进货的要低一点。至于这外形和香味儿，我们也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定做。这真的是他做的吗？小二认真地查看了林如意的香姨子，想了想，还是拿着东西去找掌柜。林如意和楚歇意等了一会儿，那小二就来了，邀请他们去2楼。大少爷，王掌柜，就是这位夫人说自己会做香姨子的。敢问夫人怎么称呼啊？我夫家姓楚，我姓林。哦，原来是楚夫人。我是含香楼的掌柜，别人姓王。这位是我们东家曾大少。你这香姨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与相公一起做的，想找人合作，给他们铺子供货。我们见贵楼生意兴隆，客人不断，想必在抚宁县也算是有头有脸，这便想问问你们是否需要。
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详细谈合作；如果不需要，就当我们夫妻打扰了。你想怎么个合作法啊？以后我们给贵楼供货，就按照拿货的梯度来给优惠。何为梯度优惠啊？就是按照拿货多少来定价格。比如说咱们这次拿100块，1块的价格是多少？200块又在100块的拿货价格上优惠1成，500块优惠3成，以此类推。曾宏杰是常年做生意的，林如意这么一说，他就明白是咋回事了。那你1块卖多少钱？我看了贵楼卖的，那可都比我做的要少1半呢。那我这个卖3两银子，不过分吧？夫人，这个多有时候也未必是好事啊，你觉得呢？明白，我们也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做，大小和形状你们说了算。这价格嘛，可以慢慢谈。主夫人，你们总有一个最低价吧？而且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含香楼不缺客人，销量你不必担心。那敢问曾少爷，你们每月是否能拿1000块？曾宏杰愣了一下，1000块可不少啊。那500块呢？他1个月能做出那么多吗？他为什么能做出那么多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主夫人，你1个月能出多少货？你们要多少，我们就能供多少。难道他真的有那个本事？如果我能拿500块，你打算给我什么价格？如果是这种无香味的，和你们铺子大小差不多的，1块1200文。如果是我做的那么大的，1块就1500文。至于要有香味的，看你们需要什么香味，再具体谈价格。至于这外形方面，你们可以给图纸，每一种外形多加100文就行了。曾宏杰一听这个价格，确实比他在扬州拿货便宜不少。主夫人，你口口声声说可以根据我们要的香味做，那你总要让我先看看，我才能相信你真有那个本事吧？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一来就说的自己什么都会，还没有实物，这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啊。那曾少爷想要什么味道的？外形有什么要求？不如给我几日，我做上几块，你看了我们再谈如何？那你做1块兰花味的和1块桂花香的，外形就随便做就行，你能做出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怎么在阜宁县从未听说过呢？那在下便静候夫人的佳音。那咱们就约定7日后吧，我把东西带过来给曾少爷过目，怎么样？好，不过我看楚夫人这个无香味的做的还可以，你这次可有带多的？有12块。那既然带来了，就留下吧，我全要了。你下次可以再带一些无香味的来，如果你时间来得及，做50块，我可以直接要了。当然可以，不过刚才咱们谈的是500块的价格，你这只要50块的话，本来每1块的价格需要加200文，可是咱们初次合作，我觉得跟曾少爷有缘，那每1块只加100文，你看如何？好，我看夫人也是爽快人，那就按照你说的。林如意到村子里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她就去娘家接楚安安和楚子君，看到他来了，就让他一起吃饭。不用了娘，我来接安安和子君，一会儿我们回去吃就行了。知女莫若母。如意，你是有话要和我说吗？孙荷花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娘，我今天看到王翠娥了。在哪里？她人呢？你有没有问她把钱要回来？在阜宁县城门口，她的钱都被抢了，我搜了她的针，确实是1文钱都没了。而且她被打得浑身都是伤，衣服又破又烂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像个疯婆子似的。她死了才好呢，不中用的东西，偷了钱自己也用不上，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那她和你说了什么？她倒是没和我说什么，我着急办事儿，搜了她身，没找到钱我就走了。那也太便宜她了，你就应该打她一顿。她偷婆家的钱跑了，就算被打死也是应该的。我啊，掰断了她1根手指头。好样的，帮娘出了一口气，就说不能便宜她了，断她1根手指都是轻的，要是被我见着，我非得打死她。好了娘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去阜宁县啊，谈了一笔买卖，以后赚钱的机会可多着呢。对了，我记得四哥会做点木活是吧？是会做一点儿。咋了？你去谈了什么生意？
今天太晚了，我还得回去做饭，明天再与你细说吧。孙荷花一想他们赶了一天的路，确实是累了，就让他赶紧回去休息。因为赶了一天的路确实挺累的，林如意洗漱好了就去屋里休息了。突然感到身后有一股热气，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搭在了他腰上。楚谢意，你干嘛？楚谢意好似睡着了一样，没有出声。等了一会儿，看楚谢意确实没有别的举动，他内心的紧张逐渐消失了，反而还升起了一丝失落来。等到林如意睡着了，楚谢意才慢慢地睁开眼睛。他没有拿开自己的手，应该是默许了吧？那我今后是不是都可以抱着他睡了？一觉睡到大天亮，等他睡醒，身旁的楚谢意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起床了。他慢悠悠地起来，家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，难道这楚谢意又带着孩子去练功了？看到楚谢意带着2个孩子进来，楚安安和楚子君手里拿着不少的花，五颜六色的，很好看。娘，你起来了，快看，我们去摘了花花送给娘。林如意接过花，放在鼻子前嗅了一下，确实是很香。真香。你们什么时候起床的呀？我们起来1个时辰了，娘是小懒猪，睡懒觉。是，娘睡懒觉比不上咱们君君勤快。不是要做兰花香味的香姨子吗？我想应该需要兰花吧，所以就带着孩子们去采了一些，你看能用吗？林如意点点头，先把这兰花选出来，把花瓣全部摘下来洗干净，再放在太阳底下把它们晒干吧。药铺和茶馆可能会有干的桂花，那个可以用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林如意一听，这不是更好吗？还省得自己去晾晒了，只要买回来研磨成粉就行。那我去镇上药铺问问，买一些回来，你们在家休息。哎，不着急，做这些还需要猪油，家里也没有，还是等明天赶集一起买吧。那我一起买回来就是了。今天不是不赶集吗？市集好像也没开啊。白沙镇是不赶集，我去别的镇子，隔壁的草庙镇和太广镇都赶集，我骑马去很快就回来。好，那你小心一些，我给你拿点钱，你可以买一些猪油。有个管家婆的感觉挺不错啊。等楚谢意走了，孙荷花就来了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昨天晚上你说的生意到底是啥呀？你咋还去县里做上生意了？他不是把冰粉疯子都给卖了，这又做啥生意啊？我男人以前在别处听别人说过做香姨子的法子，他也没试过。前2天我听他说了，我们就试了一下，没想到真成了。我们打算多做一些，拿出去卖。你说的那个香姨子可是很贵的，那个1块得要好几两的那个。差不多吧，反正是不便宜。好事儿啊，天大的好事儿！我就说我女儿肯定会有出息的，居然连这种值钱的玩意儿都能做出来，好，太好了。这也是我们不想在村子住的原因。村子里人多眼杂的，我们今后长期做，怕被人发现了，偷偷学了去。对，可不能让人学了去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靠这个手艺就能吃几辈子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你问老四会不会做木活干什么？这个呀，做香姨子需要用木头雕刻一些模具，四哥若是会做的话，让他帮我做一些，我给他算工钱。啥钱不钱的，只要他做的你用得上就行。那我去把他给叫过来，你给他说咋做就行。娘，这个不一样的，虽然我与四哥是亲兄妹，但是生意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，还是要分的。他帮我做了活，我自然要付钱。你如果不收的话，我就不找四哥做了，我找别人去。嘿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找别人做什么？去找别人，万一人家知道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还有，其他人指定收你高价，你实在要给，就给个3文5文就好。那不行，该多少就多少。你们要是不收，我就找别人做。行，那你自己和你四哥说。他虽然之前跟着老师傅学了几天，但不是很精，你要的他也未必能做得出来。我要的东西并不难，他应该能做。那你帮我把四哥叫来吧，我还要准备别的东西。行，我去给你叫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。老四要是问你，你也别说太多，我怕他嘴不严，到时候人家一问就说了。我的娘啊，这是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啊。
老天哪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吧！李如意这个害人精，将我男人害死了呀！爷爷，李如意害死了我爷爷。公公，你死得好惨呀！爹娘，是村长一家人，村长躺在板板上，好像死翘翘了。这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虽说他贪钱是不对，可是才500文，应该不至于就要了命吧？你们在家里不要出来，我去看看。楚介意大步走到门口，没有开门，而是飞身从院墙出去，生怕林如意看到张庆峰的死相会害怕。张家人看到楚谢意从天而降，都被吓呆住了。要么现在抬着你们的人滚，要么叫你们家剩下的人多挖几个坑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杂种！当初我相公看你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，无家可归，好心让你在我们村子住下，把这处房子让给你们住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！这次也是因为你们要买地盖房子，我相公大热天冒着太阳去给你们办事，结果倒好，你们不知道感恩，还把他害死，现在还是要打死我们一家人。这个白眼狼怎么那么毒啊！老天爷呀，你开开眼吧，快来收了这些杂种吧！放你娘的屁！你男人那叫好心，哼，就这破房子，让我女婿给了8两银子，你们一家拿着那钱，是不是都买药吃了？现在净放你娘的狗屁！就你长了一张嘴，会爸爸是吧？楚谢意在一旁听着孙荷花帮自己说话，虽然骂得很脏，可是此刻却显得格外的悦耳。8两银子啊！老天爷呀，心也太黑了。这屋子不是村子的吗？当时还以为免费给他们住，既然收了钱，那钱呢？不应该大家伙一起分的吗？就是啊，这房子是村里的，大家都有份才是。哎呀，张庆峰是个黑心的，早就用了吧？怎么可能给我们？就是啊，所以这种人死得好。你胡说！谁说我们收了钱？我不知道。我有文书，你要看吗？我不管！现在我男人被你们害死了，你们要负责，必须要赔钱！哼，你这臭婆娘说话真当放屁呀！你说你男人是被我女婿害死的，证据呢？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！就凭你一张臭嘴，说要钱就要钱，哼！你怎么不直接脱了衣服去卖呀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，相公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你这才刚死，我们就被欺负呀，被孙荷花那个烂婆娘这么骂，我活着还有什么脸？不如随你去了好了。孙婶子，你这般骂我娘，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爹已经没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女儿家买地皮的事，我爹不会死。让他们赔偿一点丧葬费不应该吗？那你倒是说说你爹为啥死的呀？让大家伙来评评理。你爹是不是因为想讹钱被庭长知道了？本来那块地8两银子说好了，地契就在他身上，他趁着我男人出去打猎，然后说要加钱，让我有本事自己去找庭长问。他不就是料定我们平头老百姓见不到庭长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吗？你爹做了这么多年村长，给村里办了多少事儿？想必这种事情也没少做吧？你们全家人吸着村里人的血，是不是还吸得挺上瘾啊？现在还想过来讹钱，你们脸皮是有多厚啊？那是因为你才死的，你必须要赔我们丧葬钱，10两银子，要么拿钱，要么我们就不走了。10两？你是要给你男人打香金的棺材吗？香金可能差点儿，说不定想给自己男人多收几个女人呢。哎呦，这楚猎户是真够惨的，被这么一家人赖上，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盖房子本来是喜事儿，这么一搞，再好的房子估计都觉得晦气。何贵芳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你也不怕你张家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呀？你张家的子子孙孙今后怎么在村子里活人呢？娘，你不用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，我1文钱都不会给他。他要是在这儿守着，就让他守呗，反正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们要讹钱。既然他们不要脸，不管自家的死人，我们自然不会管。林如意最烦这种人了，他1文钱都不会给，反正明天他们就去镇上了，不住这里了。孙荷花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些担心。别担心了，娘，
你们先回去吧，你就让他们守在这儿呗。林如意让孙荷花他们快回家去，他们也要进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如意起来的比较早，主要是想看看做的桂花香皂成功了没有。楚谢意这时候也走了过来。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你快闻闻，好香啊。确实挺香的。他刚才好像没有闻香皂，而是闻的我的手吧，所以他那句话是在说香皂还是在说我啊？直男也会撩人了。既然这桂花的都成了，那兰花也差不多。今天是不是要去交接房子啊？一会儿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直接带着东西去镇上吧。今天晚上住那边，不回来了。行，那我去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那些没有用完的猪油也找个东西装起来，今天必须要做了，不然会臭的。我知道，你去收拾别的东西，我来收拾这些。行，那你小心一点啊，有些如果不能脱模的，就先别弄出来，不然形状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知道。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，已经半上午了。出发前，林东来送模具。哎，小妹，你们这是要搬家吗？对，我们在镇上租了房子，我和娘说过了，我们啊以后就在镇上住了。等我们安顿好，收拾干净，到时候请你们去家里吃饭。林如意还以为他娘和家里其他人都说了，没想到他娘嘴巴这么严，竟然连自家人都不说。好，那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们有马车，行李都装在马车上。四哥，你回去和爹娘说一声，下次赶集你们都来镇上，去我们新房子吃饭。好，我回去告诉爹娘。那你们当心啊，有事就回来叫我们。林如意点点头，和林东挥手告别。一家人来到房子，大家都没有吃早饭，现在把东西放好，一家人干脆去外面吃。楚谢意赶着马车正在找地方吃饭，突然迎面过来一匹马，看到马背上的人，他立马低下头去。怎么会是他？吃饭的时候，林如意就感觉楚谢意有些心不在焉，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。但是在外面，他也没有多问，打算回去再问问清楚。一家人吃了饭，回到家里，林如意就马不停蹄地去厨房，不过就是家里没有多少柴火了。你先忙着，我去找一些柴火，然后我再回来和你一起弄。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有别的事情要我做吗？你今天吃饭的时候没吃多少，好像有心事啊。你可是遇见什么事儿了？刚才在路上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，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。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那他会影响我们生活吗？你放心吧，不会的。那你去找柴火吧，小心一点，我先去做香姨子。好。楚恩恩和楚子君在家里给林如意帮忙，两个孩子换着烧火，刚准备将皂液倒入模具里冷却，楚谢意就拖着一大车的柴火回来了。你去哪里弄的？你别碰，我自己能行，别把手划到了。我哪有这么娇气啊，我又不是傻子。有我在，这些事情不用你做，你去旁边看着就行。这是我回村里把家里剩下的拿来了，等过2日我再去山上砍一些回来。那这个车是哪里的？我在后院看到的，估计是房主的。忙活了一下午，这会儿天色也晚了，林如意又要开始准备做饭。娘，现在咱们搬到这里住，那我早上去哪里割草挖野菜啊？以后你就不用割草，也不用挖野菜了。啊？那我干什么呀？那我岂不是没事做了？那就在家玩嘛。可是也没有人跟我玩啊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要玩什么。那你想去上学吗？楚恩恩眼底一亮，露出了渴望的眼神，可是随即又摇摇头。女子不能上学，我不去。林如意皱眉想了一下，她倒是有个馊主意，就是不知道楚谢意会不会答应，打算晚上睡觉的时候和他说说。晚上一家人吃了饭，又烧水洗漱了一番。今天是第1天住新屋子，两个孩子兴奋之余呢，又有点害怕。最后林如意就让两个孩子今天晚上在他们屋子睡，楚谢意在地上打地铺。明明是换了更大更好的房子，结果自己还要打地铺，那
要不然你去君君他们屋子睡吧，晚上我陪他们就行。不用，我就在这里睡。两个孩子缠着林如意讲了一会儿故事，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林如意一直都有认床的毛病，就是睡不着觉。睡不着吗？你也没睡着啊？还是被我吵醒了？我还没睡，要不出去走走？好。林如意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，周围是蝉鸣声，夜风徐徐，好不惬意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你说。咱们现在搬到镇上住了，家里也没什么活做，你打算怎么安排安安呀？不知道林如意说的安排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她觉得安安不用干活，不想让她在家吃闲饭吗？不对，她对安安挺好的，肯定不会那样想的。她在家帮忙打扫一下卫生，给你打打下手。这些事儿也不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做呀，那别的时间呢？别的时间玩就好了，小孩子还能做什么？你是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想送安安去读书，这姑娘家也应该识字读书，不能做个文盲啊。楚谢意皱了皱眉头。你以前去过学堂读书吗？当然啊，我们那儿每个人都要读书的，至少要接受9年的教育，学习各种基本知识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那你上了多少年学？从学前教育开始的话，应该是17年。幼儿园3年，小学应该是6年，但是他2年级和4年级跳级了，只上了4年。初中和高中分别跳过1级，也只上了4年。大学4年，研究生2年，算起来就是17年。上学上了17年，那他是多大年纪？你们那里的女子也能上那么久的学吗？可以啊，本来3岁开始上幼稚园，正常到研究生毕业的话，我应该上21年才对。我中间跳级了，节省了4年时间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自己愿意的话，后面还能继续学。我当时不想念了，就没有再继续上。女子不能入朝为官，你们爹娘为何会让你们上那么多学？不会影响你们嫁人吗？我们那跟你们这可不一样，我们那是男女平等，女子有能力也可以做各种工作，包括进入官场。而且我们那里成亲和你们这儿也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对象，谈恋爱结婚，不是包办婚姻，也没有年龄限制，不会强制你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要嫁人的。他那个地方真是那样吗？那也太好了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，真想亲眼去看看。那你呢？有喜欢的人吗？成亲了吗？这人是想套路自己。有过好感吧，但是还没有到谈恋爱的地步。成亲那就更没有了。楚谢意一听没成亲，倒是松了口气，只是有过好感，那就是有喜欢的人了。他喜欢的人是谁？家世如何？官居极品？为何没有成亲？是你父母不同意吗？当时只是有好感，并没有谈恋爱，连关系都没确定呢，更不可能跟父母说这事儿了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安安上学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这里没有女子学堂，女子想识字都是请私塾先生在家授课。但是如果安安想识字，我没事可以教她，或者等子轩回家住，晚上回来也可以教她识字。你应该也识字，平时也能教她一些简单的。如果我教她识字的话，她应该会怀疑吧？你可以说是我教你的，她就不会怀疑了。可以，那以后我们有空就教教她。困了，我们就进屋去睡觉吧。林如意点点头。我牵你进去还是抱你？那有劳夫君大人抱我进去了。楚谢意听到林如意的话，然后弯腰将她拦腰抱起来。第二天，林如意带着2个孩子去街上，因为今天不是赶集日，集市不会开，也不知道去哪里能买到菜。其实他仓库里有菜，只是不太好拿出来，所以只能去外面买。林娘子，等一下。林娘子，我昨天去你们村子找你，但是你们都不在家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已经不在村子住了，搬到镇上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有2件事。第一个就是你上次给的2道菜谱，酒楼的厨子做出来，我觉得味道差了点，想请你亲自示范一次，当然不会让你白做的，我付钱。
不用，你们准备好食材，我做一次就是了，不用钱。还有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们是在和曾家做生意吧？林如意轻轻点头。那个含香楼的东家就是姓曾。我与曾家接触过，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他们在阜宁县比较出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感谢陈公子提醒，我会和相公说的，今后我们会注意的。我们与他们有些生意上的往来，所以接触了几次。前2天一起吃过饭，后来他又找了我，打听了一些你们的事情，我随便说了几句，反正你们小心一点就行。遇上麻烦，你可以去百味斋去找我二哥。谢谢陈公子提醒，一会儿我们还得去买菜，我先去给你们做那2道菜吧。那便麻烦林娘子了。林如意也不啰嗦，让人备好食材之后，就开始动手做菜了。陈文琪在一旁看着，看到林如意认真做菜的样子，还挺迷人的。现在因为太热，脸颊绯红，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，还生出了想要好好保护的欲望。林如意将2道菜都做完了，陈文琪尝了一下，果然是比他们酒楼的厨子做的好吃。感谢林娘子亲自示范，小小意思，还望林娘子收下。啊，这个就不必了，我没有找到卖菜的，你送我一些菜就行。随便拿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，我让人给你送家里去。林如意随便选了几样，临走的时候，陈文琪又让人给他拿了1只鸡和1只鸭，还有1块五花肉。回到家里，楚歇业还没有回来，将午饭做好，楚子君突然找到他。娘，我们可不可以给大哥送一点去？书院做的没有娘做的好吃。娘，爹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去给大哥一个惊喜，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林如意看这2人都这么说了，只能点头同意。刚走到靠近书院的那条巷子，就看到里面有4、5个人在打架。娘，是大哥，他们在打大哥。住手！你是谁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你可知道小爷我是谁？我是他娘，你打我儿子，你还让我别多管闲事儿？我管你是谁啊？你打人你还有理了？楚子轩听到林如意的话，心底微微一颤，但是随即又觉得他多管闲事儿，自己根本没有认他这个娘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放开我！我爹可是恒丰楼的掌柜，你信不信我让我爹弄死你？真没想到，一个掌柜的儿子就敢这么嚣张了。你信不信，在你叫你爹来之前，我先把你弄死？你敢？你知道我爹有多厉害吗？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爹有多厉害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儿子他爹可是一拳打死1头老虎的，你这只小肥猪挨得住他几拳啊？你想怎么样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打他？林如意看小胖子不说话，再看了一眼楚子轩。楚子轩，你站起来，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打你？楚子轩并不想理会林如意，所以蹲在一边没有起来，也没有说话。自己好心帮他出头，他就摆出这副死样子给谁看呢？大哥，你快说呀，他们为什么打你？娘在这儿呢，娘会帮你的。楚子轩看了看楚安安，慢慢的站起来。我不用他管，你们回去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哎呦我去，他对自家人这么横有什么用啊？在外人面前跟缩头乌龟一样，真是太没用了。我爹来了，有你好看的。大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娘做了饭，怕你在书院吃不饱，好心来给你送饭。你被人打了，帮你出头，你还这个样子，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爹要是知道你在书院被人欺负，还这么对娘，肯定更失望。书院的事情你不懂，你不要告诉爹。快回去吧，我没事，我也不需要他帮我出头，我的事情不要他管。小胖子4个人趁机跑开。丑八怪没人爱，一天只能吃白菜。我哥才不是呢，你们这些小混蛋，有娘生没娘教。君君，我们回去了。你说呀，你快告诉娘，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楚子轩只是往后退了2步，低着头不肯说话。看到书院里走出来几个人，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应该是书院教书的夫子。楚子轩，你过来，你为什么要打杜世伟？
他现在小腹疼，躺在地上起不来，说是被你打的。你去把你家人叫过来。罗夫子，我没有。现在人躺在地上起不来，好几个人作证说是你打的，这还有假吗？快点将你家人叫来。刚才分明是那几个人围着楚子轩打，怎么现在还倒打一耙呀？罗夫子，我真的没有打他，是杜世伟和他的书童，还有王浩和周阳贵打我，我都没有还手，我真的没有打他。让你叫你家人来，你快点儿！要是杜世伟出什么事儿，你们全家就等着吃牢饭吧。罗夫子，我是他家人，我刚才亲眼看到4个孩子围着他打，你看他身上还有脚印儿，额头还是红的。你说我们子轩打的对方起不来，你有证据吗？他怎么那样和夫子说话？让你回去，我的事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，滚一边去！他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豆腐渣啊！谁对他好都分不清楚，就知道窝里横，有什么出息啊？罗夫子，我是他娘，你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吧。看他年纪不算大，肯定没有双10。楚子轩7岁了，他不可能12岁就嫁人。而且刚才楚子轩对他的态度，想必是寂寞。既然你是他娘，那你跟我进去。杜世伟被他打了，现在在地上躺着，说肚子疼，起不来了，必须马上送到医馆去，让大夫瞧瞧。罗夫子，你一口一个对方被我儿子打了，你有证据吗？如果真是我儿子打的，该负什么责任我们都负，但如果不是，我们凭什么要负责？有几个学生都可以作证，你若是不信，我将他们叫出来和你当面对质。好啊，你将人叫过来。现在杜世伟说自己肚子很疼，我们要先将人送到医馆去，等大夫看了再说，等杜世伟没事了再说这件事。这件事很好处理，罗夫子安排其他人把他送到医馆看病，由书院先付医药费。如果最后证明是我们家孩子打伤的，药费我一文不少的出，但如果不是的话，书院该找谁要找谁要去。这个女人可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，你们跟我进书院去等着，别想走了。您就放100个心吧，我们还要夫子还我们清白，怎么可能走啊？